我重生第一件事就是亲手砸断自己左腿，因为假装瘫痪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可直到这天，我家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此人是村里有名的懒汉二麻子，一直对我媳妇心怀不轨。静之妹子，你这细皮嫩肉的，守着江河那窝囊废多遭罪，哥可比他会疼人。二麻子，你别过来，我喊人了。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江河那废物早溜得没影了，识相点就乖乖从了我。二麻子话没说完，后颈突然被一只大手死死攥住，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砰的一声闷响，脑袋硬生生撞在地上，当场晕了过去。他以前就是个窝囊废，见着混混连个屁都不敢放，怎么今天变得这么勇敢，都会为我出头了？江鹤扛着他直奔河边，两手就扔进冰冷的河水里。江哥饶命啊，快拉我上去，我再也不敢了。眼看二麻子快沉了下去，江鹤这才扔过去一根木棍，拽着木棍把人拉上了岸。再敢惦记我媳妇，下次就让你在这里过清明节。二麻子被吓得浑身发抖，头都不敢回的逃跑了。媳妇别怕，二麻子不会再来骚扰你了，往后谁再来找事，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我信你才怪，前天你还盘算着把我卖给别人换粮食，今天却突然转了性子，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江鹤刚要解释自己不是原主，却突然发现桌上的面汤有问题，可他非但没揭穿，反而端起碗喝了个精光。这面汤你加了什么？加了点糠，家里只剩这点包谷面，掺糠才能多吃2顿。江鹤一听面汤掺糠，气得脑门青筋直跳。上辈子他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是吃穿不愁，如今竟沦落到跟猪抢食的地步，这口气实在咽不下。这种装窝囊废的日子，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想过了。既然阴差阳错让我穿过来，我偏不甘心当个窝囊炮灰。这年代物资匮乏，随便一个小吃配方都能赚得盆满钵满。你去给我找根针来，再拿块破布。只见江鹤把针尖烧得通红，在掰弯做了个鱼钩，然后拿着自制鱼竿在河边钓鱼。没有多大功夫，竟钓了5条2斤多重的鲤鱼。第二天一早，江鹤就跟邻居借了辆28大杠，把鱼挂在了车把上。跟我出去一趟，把鱼卖掉，换粮食和猪肉。你又想把我卖了？我会去镇上找活干，洗衣做饭都行。想什么呢？我是让你跟我卖鱼，等赚了钱给你买新棉袄，再添加点粮食。他说话一个字都不能信，但我又打不过他。如果一会到镇上发现问题，大不了我逃跑就是了。江鹤没有选择去集市摆摊，而是径直走进一家小饭店。老板王军见他带来的鱼新鲜肥美，当即热情地迎了上来。可等看清江鹤的脸时，他当场愣住，好半天才缓过神。兄弟，你跟咱们市的首富长得简直一模一样。怎么可能？老板你看错了吧，我只是个来卖鱼的穷小子。这该不会是那个人的私生子吧？饭店老板做梦都想不到，一张毫不起眼的烤鱼配方，男人居然要价1万块。店里的顾客听到后全都瞪大了双眼，以为男人是想钱想疯了。可老板连想都没想就决定成交，只因男人的脸总让他觉得似曾相识。兄弟，你这配方我要了。没问题，不过以后我钓的鱼你要全收。就按你说的来。你手里还有别的配方吗？我这还有煎饼和麻婆豆腐的配方，你要的话我改天给你送来。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江鹤把1万块贴身藏好，又接过王军付的18块鱼钱，拎着空竹篮走出饭店。温静之正站在门口等他，快拿着，去供销社买些细白面，再买点肥瘦相间的猪肉。温静之捏着钱，手指都在发颤。他小心翼翼地数了数，发现竟然有18块钱，这在村里够普通人家买3、4斤面粉，省吃俭用能过半个月。那几条鱼怎么能卖这么贵？你不会是把我卖给饭店老板了吧？放心收好吧，没打算卖你。你要是再这样磨磨唧唧，我不敢保证会不会改变主意。话音刚落，温静之生怕他真的变卦，抬脚就冲进了供销社。没一会儿功夫，就拎着一大块肥瘦相间的猪肉、沉甸甸的面粉和大米，大包小包的往回赶。回到家后，江鹤拿起鱼竿往河边走去。他刚走没多久，一个妇女走到了门口。静之在家吗？来人是村头的李家婶子，以前可没少在背后说他坏话，不知道今天突然过来做什么。婶子，你来有什么事吗？静之啊，婶子知道你跟着江鹤没少受苦，我娘家侄子30了，是个手艺人，就是有点跛脚。你看你要是跟江鹤过不下去就离了吧，嫁给我娘家侄儿。婶子，你这是干啥呢？你要是不怕江鹤听到，你就尽管胡咧咧。你说说你咋这么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你有几分姿色，我才不会把你这个烂货说给我娘家侄儿。李婶骂得如此难听，温静之红了眼，直接跟他厮打了起来。收获颇丰的江鹤刚走进家门，就看到温静之脸上挂了彩，连带脖子上也有好几个抓痕。谁打的？是李婶打的，她不光骂我是个破烂货，还说你是窝囊废。话音刚落，江鹤就掉头出了门，冲着李婶家走去。你个窝囊废，来我家做什么？我家男人可看不上你家那的骚婆娘。李婶话音落地的同时，江鹤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江鹤，我看你是活腻了，连我媳妇也敢动。打小我就瞧你不像我们村的人，今天我要彻底把你赶出我们村。不等众人反应过来，他又抄起墙角的棍子，朝着李婶身旁的男人身上招呼过去。噼里啪啦的打骂声惊动了左右邻居，众人闻声赶来，正好撞见匆匆赶来的村长。江鹤，干啥呢？快停手，别打了！今天看在村长的面子上，我就放你一马，以后敢再编排我媳妇一句，我腿给你打断。
回家的路上，江鹤攥紧了拳头，心里暗暗发誓，必须得闯出个名堂，再也不能让人这么欺负到头上来。江鹤刚回到家，就在此刻一阵敲门声响起，来人是村西头的大禹妈。你们两口子都在啊？今天我儿子结婚，待会儿一起去吃喜酒。好的，婶子。此刻大禹家里非常热闹，新媳妇是城里人，她压根瞧不上这些乡下人，嫁大禹只图他那份体面的司机工作。江鹤二人来到其中一桌席面坐下，这时新人敬酒来到他们这桌，新娘一眼就注意到了江鹤，端着的酒杯直接掉在了地上。他怎么会在这？大婚当天，新娘上一秒还笑盈盈，下一秒就惊慌失措的连连后退，甚至连手里的酒杯也摔在地上，只因她在婚宴上看到了一个她这辈子都不想见到的人。红领，你咋了？我喝的有点多，先进去缓缓，剩下的酒你去敬吧。于红领匆匆小跑进了屋，焦急的来回在屋内踱步。真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正好省了不少功夫，我得赶紧行动起来，把妈交代的事情办好。当天下午，隔壁的于红领突然来了江鹤家里，温静之连忙招呼他坐下，看着屋内破败不堪的模样，于红领的眼神里露出了藏不住的嫌弃。要不是妈非得让把江鹤给赶走，我说什么也不会来这个破地方。嫂子，你应该知道我是城里媳妇，我听说你们家条件不怎么样，正好我有个亲戚在南方做生意，需要个帮手，所以就想到了你们家江鹤。于红领脸上的嫌弃意味非常明显，自诩高高在上的模样让温静之十分讨厌，他懒得跟于红领再聊下去，直接开口赶人。不用了，我家现在过得挺好的，就不劳你费心了。你要是没事就先回去吧。你现在虽然年轻漂亮，但这些皮肉生意并不能长久。随着于红领话音落下，刚踏入家门的江鹤就听到了他这番话。你是大禹家的？于红领完全没料到江鹤会突然回来，在意识到江鹤可能听见刚才的对话后，于红领匆匆起身离开了房间。于红领刚才说什么皮肉生意？他来干什么？他来劝你去南方给他亲戚打工，还摆着城里人的架子，嫌咱们家破，净说些难听的。他不过是从城里嫁过来，就真当自己高人一等了。于红领敢这么糟践你，我必须要他好看。而将视角拉向城里，一栋豪华的小洋楼内灯火通明，当地首富之子赵明杰拿出一个礼盒送给了父亲。爸，生日快乐！赵征眉眼含笑地看着刚留学回来的儿子，如今他已经成年，是时候让赵明杰在自家企业里锻炼一下了。明天没事的话，爸带你去咱家厂里看看，你也学习一下，争取趁早接班。这番话传到了一旁的保姆姚桂红耳朵里，激动的手都抖了起来。她抬眼望向赵明杰，眼底的慈爱都快溢出来了。今天一天，她的心情都不太好，因为她闺女于红领嫁到了一个她不愿想起的村子里。不过刚刚听到的消息冲淡了她内心的阴霾，心里盘算着拿闺女的彩礼钱给少爷买一块几千块的劳力士。少爷可是国外回来的人，以后更是要接管赵家的产业，多贵的表都配得上。只不过到时候这赵家的产业就该变成我们于家的了。女人结婚3天就闹离婚，尽管被全村的人戳脊梁骨，她仍是一意孤行。只因她无意间说错了一句话，就导致自己老公少了一条腿。于红领走后，江鹤阴沉着脸来到严家院外停在一边的卡车旁，掀起车盖捣鼓了半天，然后盖上车盖径直离去。说不好了，出事了！怎么了？大吗？我爸从镇上回来，说你家大禹他开车时把厂里的大货车撞坏了，人也进了卫生院。爸妈放心吧，大禹可是厂里的唯一的一个司机，只要人没事，这个铁饭碗就不会丢。听了这番话，老两口想了想，也觉得是这么一回事儿，可心里还是忍不住一阵担心，就往卫生院赶去。看到儿子腿断了一只，再也无法开车的消息，瞬间如遭雷击，于红领更是吓得浑身发抖。我当初就图他这司机的铁饭碗，可嫁过来没几天就出这岔子，工作没了不说，腿还断了，我可不伺候这废人一辈子。这破地方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得抓紧时间收拾东西回娘家。第二天，严家出事的事情就在村里传开了，成了茶余饭后的话题。温静之难得出来，她跟村里的几个女人坐在歪脖枣树下，安静地听着他们几个议论严家的事情。大禹这孩子真不知道，为娶个城里婆娘，家底掏光不说，还欠了一屁股饥荒。现在倒好，腿还断了。可不是嘛，大禹躺医院里，那媳妇倒好，扭头就回了城，连个音信都没有，哪有半点做媳妇的样子？不远处的另外一边是村里的老少爷们，这其中江鹤也在。二麻子揣着袖子蹲在角落，他偷偷瞟了好几眼江鹤。难不成昨天江鹤那小子不是好奇摆弄卡车，是偷偷给动了手脚？大禹到底咋得罪他了，能让他下这么狠的毒手？另外一边，赵家的气氛也降到了冰点。首富赵征怎么也没想到，儿子赵明杰刚接手工厂就捅了大篓子，不仅损失了10万块的货，还流失了很多客源。这就是你在国外学的本事，读的那些书都读到狗身上去了吗？看着暴怒的赵征，赵明杰只觉得他小题大做，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就是10万块钱而已，至于这么生气吗？爸，你就别管了，这件事我会处理，你放心，我一定让你满意。为了向赵征证明这次只是个失误，赵明杰想到了一个断臂求生法。之前生日的时候，赵征送给了自己一个厂房作为生日礼物，他决定卖掉这个厂房去填补那10万块钱的窟窿。等
回款后再把厂房买回来给父亲交差。可在他放出卖场的消息后，询问的人却寥寥无几，没人看得上他那个有些年份的厂房。而就在几天后，已搬去城里开店的王军特意找到了江鹤。江兄弟，你之前不是说想去城里做生意吗？哥认识的一个公子哥家里出了点事，想把厂房卖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那感情好啊哥，我本来就打算年后去城里的，现在有合适的厂房，过去看看也不是不行。王军带着江鹤很快来到了厂房，早已等候在此的赵明杰一抬眼看到江鹤，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这人怎么跟我爸长得这么像？原价300万的厂房，男人只花5万块就买了下来，旁人都在背后嘲笑说他捡了堆没人要的废物，可他们谁也不知道，不久后男人会靠着破旧厂房成为富甲一方的顶尖富豪。赵总，这就是我跟你提起的兄弟，特地从乡下过来看看厂房。那就抓紧时间吧，我待会儿还有事。江鹤跟着赵明杰进了厂区，全程一言不发，以至于其他人都猜不透他内心的想法。看完后，两人跟着赵明杰去了办公室。经过半小时的谈判，江鹤最终以5万块的价格捡漏了这个旧厂房。而此刻的赵家还全然不知赵明杰做下的这个决定。看着江鹤和王军离开的背影，赵明杰心里已经有了计划。一个乡下小子懂什么工厂管理和经营销售，迟早赔的裤衩子都不剩。这厂子就先让这小子保管一阵子，等我手头宽裕了，再用更低的价格把它买回来。不久后，江鹤的工厂已安顿妥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开工运转了。婶子，宽子在家不？我朋友在城里盘了个厂，想找个看门的，每月开45块钱，我想带宽子去瞧一瞧。贺哥，你说的是真的吗？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活儿，宽子以后跟着你贺哥好好干。婶子，还有件事想麻烦你，我媳妇一个人在家，还劳烦你照看一下，一个月我给你开15块钱。你放心，往后我过去照顾她，保证让她天天开心。第二天一大早，江鹤就带着严宽进了城，来到了厂房，开始张贴招工启事，很快就招了几10名熟手，还敲定了一位有管理经验的厂长。往后你就是咱们亚发纺织厂的厂长了，厂里的运作你帮忙盯紧点，每月给你开180块。我原以为这活儿顶天给120，没想到他直接开到180。老板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随着车间机器运作，第二天下午，江鹤就收到了刘丽娟送来的几批成品布料。攥着手里的布料，江鹤心里又琢磨出一个新的计划。布料都得跟批发商打交道，麻烦不说，又赚不着大钱。我直接找个合适的店铺搞工厂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顾客买的划算。随之江鹤来到饭店找王军借了车，就驱车去找店铺。一圈后，江鹤选中了一个位置，很快就把店面的事情谈妥了。忙完这些，便往家中赶去。妈，我不想跟大宇过了。你个死丫头，我当初不让你嫁，你偏要嫁，现在出事不想跟他过了，你觉得他们会放你离开吗？那我总不能跟一个瘸子过一辈子吧？我还年轻，他一个乡下人，现在连方向盘都摸不了了，拿什么养我？你先等等，现在提离婚，别人会怎么戳你脊梁骨？如今你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就算再嫁，又能嫁个什么好人家？我不管，我就是不跟他过了。那我之前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那事情我办不成，你自己想办法吧。看着摔门而去的于红岭，姚桂红陷入了沉思。如果那个人一直待在乡下就没关系，要是他不安分进城的话，那我就得采取点行动了，谁都不能威胁我儿子的地位。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江鹤把工厂里的相关部门全部都成立了起来，另一边的布料门面店也简单装修完了。随着鞭炮声响起，亚发布料店也正式营业了。很快店里就挤满了人，每个柜台的店员都异常的忙碌。这天江鹤在店里足足待了一天，布料店当天营业额达到了4500块08毛。傍晚时分，江鹤来到王军的饭店吃饭，刚到饭店门口，江鹤就听到一阵吵闹声。我瞧见了，垃圾就是你丢的，5毛钱的罚款你必须得交。这位女同志，罚款我可以交，但我现在身上是真没带钱。听到两人的对话，江鹤完全不想搭理，转身就打算进门。可当听到那名中年男人自称石有贵，江鹤瞬间停住了脚步。如果我没记错，赵明杰之所以混得风光，就是搭上了石有贵这个重要人脉。赵明杰每次遇见危机，石有贵都会帮他顺利度过。想到这里，江鹤调转脚步，径直走到了两人身旁。这位大姐，罚款多少钱？我帮她付了。他丢垃圾，罚款5毛，你确定要替他交？小伙子，我知道你心肠好，但挣个钱不容易，别随便浪费到这种人身上。没事的，大姐，这位大叔应该是真没带钱。小伙子，也就是你心肠好，当心别被骗了。替石有贵交完罚款，江鹤转身就要走，石有贵连忙拦住了他。小同志，你贵姓？这钱回头我让人还给你。石有贵可是个大人物，我要是轻易透露自己的身份，他反而不会记住我。
没事，5毛钱而已，不打紧。石有贵见他连姓名都不肯透露，顿时不乐意了起来。那可不成，你要不告诉我你住哪里，叫什么，我可不能让你走。在石有贵的坚持下，江鹤才故作为难地透露了自己的身份。亚发纺织厂您知道吧？我是那个工厂的工人江鹤。好嘞，我明天就让人把钱给你送过去。我记得那的老厂不是被赵家小子盘出去了吗？这小同志该不会是骗我的吧？我得找个时间亲自去亚发纺织厂看看。没过几天，石有贵就来到了亚发纺织厂，指明要找厂长。当被带到老板办公室的时候，他才知道眼前的老板是那天替自己解围的小同志。大叔，你还真来还钱啊？你年纪轻轻，竟然是这么大工厂的老板，看来家底挺丰厚啊。叔，你可别捧我了，我就是一个孤儿，能长这么大已经不容易了，如今能盘下这个工厂，全是靠兄弟的帮忙。听到江鹤是孤儿时，石有贵有些诧异，不禁想起自己早年讨生活的苦。他本以为眼前的年轻人是富家子弟，如今更觉得江鹤不简单。我这边刚好有些资源，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在你厂里参观一下，合适的话可以给你介绍点生意。那好啊，真是太感谢您了。石有贵跟着江鹤来到车间，一路上听着江鹤的介绍，石有贵才知道他才接手了这家工厂1个月，而一路看下来，他完全不敢相信江鹤居然在1个月内就能把工厂做得这么好。你现在一天产出多少？一天目前大概是1个人3300左右。听到这个产值时，石有贵十分震惊，这个产值已经高出很多纺织厂的产值了。小娇啊，好好干，订单的事情包你不用愁。江鹤心里清楚，石有贵的这番话绝非画饼。让人没想到的是，石有贵刚离开工厂就暗中派人去调查江鹤，而此刻的江鹤正驱车往乡下老家赶去。与此同时，姑妈带着表妹来到了家中。这场看似寻常的探亲，实则却另有所图。姑妈，小凤，你们怎么来了？说着，温静之连忙把人迎了进去。进屋后，温红目光开始打量起屋内，瞧着破烂不堪的房子，眼里划过一抹嫌弃。静之啊，你过得一定不好吧？从小到大，你哪里吃过这种苦啊？听到温红的话，温静之眼眶有些微热。自从家里出事后，亲戚似乎在一夜间都消失了一般。而看着突然来探望自己的姑妈，温静之心里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没事的，姑妈，我在这里挺好的。静之，你家的条件姑妈都看在眼里，我真的舍不得你在这吃苦。姑妈，真的不用，我要是离开了，江鹤回来找不到我，肯定会着急的。看他这态度是执意不愿意跟我回城里，那我跟梁家承诺的事情可咋办？正在温红犯难的时候，见冉凤跟自己使了个眼神，接着找了借口支开温静之。静之，我想洗洗手，你帮姑妈打一盆热水进来吧，外面太冷，我不想出去。好，你先坐会儿。这时打完水回来的温静之看到屋内温红母女在窃窃私语，他们在密谋什么？姑妈，你们难得来一趟，今天时间不早了，你跟表妹在我家住一晚，明天再走。不用了，家里你姑父还等着我做饭呢。妈，我们走吧，快赶不上最后一班回城的车了。温红母女从江鹤家出来没多久，看到迎面驶来一辆小轿车，冉凤定睛一看，车里的人竟然有点像表姐家的那个上门女婿。妈，刚开车过去的那个人，我看着像是江鹤。胡说八道什么呢？怎么可能是那个窝囊废？江鹤从小就是个孤儿，要是会摸方向盘，他能没脸没皮的给人当上门女婿？听到温红这么说，冉凤觉得也是这么个道理，继续往前走的同时开口询问：妈，你说我表姐能嫁给那人吗？他妈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不肯嫁，那就想办法让她嫁，实在不行就用你刚说的那个办法，看到时候江鹤还能不能要她。这个车是你开回来的吗？是的，怎么了？难道他进城这些日子是在给城里的大老板当司机？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开车？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走吧，快进屋。进屋后，温静之接过江鹤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后，转身问道：这次回来准备什么时候走？我这次回来是接你进城的，打算明天早上就出发。那我跟你走了，这边家里没人怎么办？怎么，你舍得我一个人待在城里，反而舍不得这里了？我是担心家里那么多粮食，万一丢了可咋办？你把家里值钱的带上，其他的我自有安排。第二天一早，江鹤就开始把收拾好的东西放到后备箱，带着温静之来到他前些日子刚买的新房楼下。你拿着东西，我把面粉扛上去。我们不去你住的工人宿舍楼吗？谁说要住工人宿舍了？带你我住什么工人宿舍？不知不觉，温静之跟着江鹤来到了屋内，放下手里的东西后，温静之打量着屋子，沙发上堆着江鹤的几件衣服，这地方根本不像群租房，反倒像刚买下的新房。这个房子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前些日子买的，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了。他在城里到底做了些什么，能买下这么大的房子？往后住在城里，自己也得找份工作才行，不能总让他一个人养家。那回头我也找份工作。你找什么工作？老实在家给我待着，老子养活你一个还是够的。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江鹤打开门，看着面前的女孩，原来是对他爱慕已久的陆婉清。我妈炖了肘子，你来跟我爸喝点。陆婉清话音刚落，就瞧见从里面走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愣了一下，随即亲热地挽住了温静之的胳膊。你是江鹤妹妹吧？长得可比江鹤好看太多了。我妈炖了肘子，你跟你哥一起来吧。听到陆婉清说的话，温静之漂亮的眼眸看向江鹤，同为女人，温静之怎么会看不出？
挽住自己胳膊的姑娘是看上了江鹤。这是我爱人温静之，以后就住这里了，下次见面记得叫嫂子。听到江鹤刚才那番话，陆婉清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有些僵硬，不知不觉抽回了自己的手。这一刻，陆婉清再也待不下去了。这样啊，那就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而这边的石友贵让人调查江鹤的情况也有了进展。市长，经过调查，江鹤确实是个孤儿，但是他的名声不怎么好。名声不怎么好，是怎么个不好法？市长怎么突然闷得这么细？他一个大忙人怎么会关心起江鹤这么个年轻人？他俩到底啥关系？这个嘛，村民也没详细说。听到王林这么说，石友贵也没有再追问下去。好的，知道了，你先出去吧。就凭他和我素不相识，还肯出手解围，我相信他的人品肯定不会差。第二天一大早，江鹤接到了市领导要来厂里视察的通知，他心里清楚，这是之前那5毛钱的人情起了作用。2个小时后，几辆小轿车驶入了亚发纺织厂，江鹤亲自出面接待。领导们不清楚他的背景，只是奉命行事，因此对江鹤也是非常客气。就在亚发厂一片热闹时，赵征这边接了一个电话。老钱，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哎呀，老赵，你就别装傻充愣了，这种好事怎么还瞒着我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有个好儿子，以后你家的纺织厂可是要一飞冲天了，你可别忘了还有我们这群老朋友啊。纺织厂前段时间停工了，还没来得及复工呢。你是真不知道啊，你们家纺织厂已经复工了，生意还很好，就连现在开的那个布料店生意都爆了。如今是领导都去你家纺织厂参观了。听到这里的赵征彻底懵了，开心的同时感叹这么大件事自己怎么不知道。赵征挂了电话后，匆忙敲响赵明杰的房门。明姐，快别睡了，起来，爸有事跟你说。屋内的赵明杰用被子蒙上头，带着压抑不住的烦躁。爸，我昨晚应酬太晚了，让我再休息一会儿，麻烦别瞅我。听到赵明杰说的话，赵征意识到他为了纺织厂肯定没少走动，决定自己亲自去一趟纺织厂。你是刘师傅的儿子吧？我是你们老板，快开门，我有事要进去。严宽看着上来就自来熟的人，穿着体面，不像是那种3教9流的人，因此客气地说道：叔，你搞错了吧？我不是什么刘师傅的儿子，我们老板叫江鹤。这可是父亲传下来的祖业，是自家的老工厂，怎么可能会变成什么姓江的老板？小伙子，你可别乱开玩笑，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你去把徐厂长给我叫来。严宽看到赵征着急的模样，像是真的有什么事情，再看赵征竟然跟江鹤的眉眼有些相似，便开口冲他说道：叔，你该不会是这个厂之前的老板吧？这个厂我们江哥盘下来也有些日子了，如今你不会看着工厂经营的不错，想要回去吧？听到他这番话，赵征犹如当头一棒。赵征猛然想起前些日子赵明杰突然拿出的那笔钱，当时以为他是跟身边朋友借的，现在看来赵明杰是把家里的老产业给卖了。想到这里，赵征脑袋一阵眩晕，整个人都站不稳了。司机见此情况，把赵征扶上了车。按照外国的理念，你们给了我的那就是我的东西，我有权处理属于我的任何东西，请你们尊重我的想法，也不要再用你们那种做派来束缚我。送你去读书，不是为了让你拿国外那套东西来教育我的。厂子我会想办法买回来，暂时不会交给你管理了。明姐，你也别怪你爸，他也是为了你和这个家好。我们清楚你在国外受到的教育跟国内的不一样，但是现在这是在国内，还是要按照咱们这边的规矩来，你明白吗？爸，买我工厂的是个乡下人，他根本就不懂得开厂，当时我着急用钱，只是放在他那里暂时保管一下。你放心，工厂是我卖出去的，我会拿回来的。亚发纺织厂这边，江鹤带领导们参观车间后，在会议室展示热销布料，报出阶梯批发价，走薄利多销路线，并计划施行2班倒来增产增量。这种新颖模式获领导认可，当场敲定亚发纺织厂为特定供货商。晚饭时，江鹤把吃饭点定在王军饭店。饭后，江鹤送走他们后，站在门口吹着冷风。一旁的王军目送着走远的车队，满是感慨：兄弟，你可以啊，运气好而已。他妈的何止是运气好啊，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不过江鹤还知道带人来自己这里，也算是间接帮自己。以后生意上要是能搭上其中任何一个人，那以后自己也算是有靠山的人了。兄弟，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苟富贵勿相忘。王哥，我也想搞台车，你帮我走走路子，时间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行，包在我身上，快回去吧。几天后，赵征来江鹤的办公室，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让他瞬间失了神，只因对方像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江老板你好，我叫赵征。赵老板请坐。江老板，今天我过来是有笔买卖想跟你谈。不瞒你说，这个厂是我赵家的祖业，但前些日子家里出了些情况，我儿子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工厂给盘了出来，如今我想把厂子收回来，你看能不能行个方便？行啊，既然赵老板想买400万，一次性拿出来，1分都不能少，否则不卖。江老板，这个厂你当初多少钱盘下来的？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开口就要400万，你知道这是多大一笔钱吗？你这不是明摆着为难人吗？是赵老板先难为我的，你一
上来就要买我工厂，你有问过我想不想卖吗？凭什么你们父子想卖就卖，想买就买，拿我当猴耍呢？听到江鹤这番话，赵征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意识到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把江鹤放在眼里，此刻感觉被江鹤气定神闲的气势给碾压了。于是赵征放低了姿态，开口解释说道：江老板，你可千万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半点轻视你的意思，只是这家工厂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产业，实在不能转手卖出，还请你多通融一下，我愿意出你当初盘下这个厂2倍的价钱，你看这样行不行？赵老板，你也是个生意人，我盘下工厂的时候就一个破厂房，所有产线都是停产状态，现在工厂让我盘活了，又想要买回去，这要是传出去，以后谁还敢跟你赵老板做生意？江鹤这番话让赵征顿时神色大变，他着实没料到眼前这个出身乡下的年轻人算账竟会如此精明。这家停工数月的厂子被他接手后，不过短短10日便起死回生。赵征原先只当是他运气好，侥幸为之，此刻才彻底明白江鹤这是实打实的真本事。看样子想凭着情面把工厂要回来是行不通了，既然他敬酒不吃，那就等着吃罚酒好了。另一边，温红发现温静之搬出村子后彻底的慌了，他早就收了男方家3万块钱的彩礼，可眼下温静之凭空不见了踪影，这让他拿什么去跟对方交代？再这么拖下去，迟早要出大乱子。妈，你说表姐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故意跟江鹤躲了起来？小凤，要不你嫁过去吧？妈，你想都别想，我绝对不会嫁过去的。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他没见过你表姐，本来看上的就是你，你先稳住他，等找到你表姐，再让他娶你表姐也不迟。冉凤想起那个人就满脸抗拒，清楚要是自己惹得家人不高兴，自己往后的日子也会不好过，因此态度也稍微软和了一点。知道了。此时冉凤心里已有了主意，她决定赶紧找个对象，把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家里想逼着自己嫁给那个人也是不行了。温红不知道自家冉凤在盘算什么，见她心不在焉的，拿了20块钱出来递给她，这个你拿去花，给自己收拾打扮的漂亮一点，等找到你表姐，妈就想法让他们2人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你就能全身而退了。妈，我出去了，晚点回来。从家里出来后，冉凤想到最近给自己写过情书的杨凯。杨凯模样白净，还是个文化人，虽说家里条件不好，但是再怎么说也好过嫁给那个人。想到这里，冉凤来到了杨凯家里，这其实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过来，可比起之前2次，这次的她是抱着跟杨凯成事的目的来的。哟，小凤来了，快进来坐。小凯，快出来，小凤来了。这时杨凯从屋内走了出来，看到冉凤后，白净的脸上扬起笑容。去我那屋吧。冉凤正愁没机会跟杨凯单独相处，听他这么说便点头应下了。养母见此情况后，眼里带着藏不住的算计，为了给他们行方便，冲着屋内的2人说道：小凯，我出去一下，你王大妈找我有事，可能晚点才回来。冉凤听见杨凯妈出去后，不由得松了口气，看着狭小的屋子，一张床就占据了一大半的空间，破旧的书桌上摆满了书籍。这时看到杨凯递过来的茶缸，接过来时，冉凤故意碰了一下他手，第一次干这种事的他心扑通扑通一阵乱跳。坐床上没凳子。冉凤红着脸捧着茶缸在床边坐了下来，随着杨凯在身边坐下，不自觉地往外挪了挪。这时杨凯抓着他手说道：手挺凉的，我给你暖暖吧。接着杨凯一把将冉凤抱入怀中，此时冉凤心跳得厉害，这样被一个男人抱着她还是第一次，象征性微微挣扎了2下后就没再挣扎。她的这一举动像是给了杨凯默许。傍晚时分，冉凤路过百货大楼，瞥见一个围着时髦格子围巾的人，看着像表姐温静之，她一路小跑却终究没追上，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人坐上一辆黑色小轿车，直到车子彻底消失在视线里。怎么会是表姐？她家道败落，哪来的高档轿车？上次去她家，我看不过是农村破屋，这辈子怕是连2菜都吃不上，肯定是我看错了。这天棉厂正在有条不紊地开着工，江鹤却突然来到了厂里。徐厂长这边通过下面人得知亚发纺织厂的江老板来了后，顿时感觉头疼。他清楚江鹤找来的目的，他跟江老板虽认识不久，但很是欣赏对方。不论如何，徐厂长不想因为赵家而得罪这个江老板。呀，江老板，你今天怎么有空突然来了？徐厂长，我今天来是有事，所以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江老板，实不相瞒，即便是你不说，哥也知道你来是因为什么事。这件事真不能怨我，我怎么能为难自家兄弟不成？徐厂长见江鹤盯着自己一言不发，心里有点发慌。兄弟，是赵老板家的少爷赵明杰，他想搞你，我不知道你们2人是不是有什么过节，我也难做啊。徐厂长，你正常给我供货，剩下的我来搞定。兄弟，你可能有些不清楚，这个赵明杰虽然没什么，可他父亲还是有点人脉的，要不找个时间坐下来跟他们谈谈，有什么误会说开了就好了。徐厂长，你这边定时给我交货就行了，其他的我会处理，绝不会让你难做。
错。徐厂长听到江鹤这么说，满脸凝重的做了一番思想斗争，两边他谁都不想得罪。徐厂长在看眼前的江鹤，总觉得他眉眼跟赵老板实在是太像了，料想二人定有血亲，不过多半是孽缘，否则赵家少爷怎会这般针对他？兄弟，对不起啊，因为这件事还特意让你跑一趟。你放心，我会按照订单正常给你发货。行，那我先走了，回头有空咱再聚。江鹤离开棉厂返回亚发纺织厂，经此时他明白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当即吩咐采购部经理联系几家棉厂作为备用供货商。下午他又给市场部开会，敲定了主打色系。会议结束后，江鹤又单独找了市场部的经理。吴经理，你觉得现在你部门这些业务员怎么样？老板，他们都挺好的，个个势头都很猛，尤其是刘帅，他的业绩是市场部最好的一个，可人品在我看来不怎么样。怎么说？今天我隐约看到刘帅跟其他市场部人员开小会，我担心他是有二心，想要出去自立门户。听到吴经理这番话，江鹤这才察觉到刚刚开会时刘帅格外亢奋活泛，每个市场部人员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唯独他笑着打哈哈过去了。你回头再招几个业务员回来，人员不用再给我过目了，你自己决定就好。好的，老板，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去忙了。与此同时的刘帅见吴经理不在办公室，开始继续怂恿其他人。你们跑了这么久的业务，也感觉不了生意有多好做吧？单凭我上个月就做了20万的订单量，可才拿了200块的提成，这要是我们自己做20万，少说也能赚个4、5千块。刘哥，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办法可行，我们要是离开了这里，要怎么做呢？刘帅见张强感兴趣，走过去抬起胳膊，勾肩搭背的冲他讲述道：你看，比如我们2个人合伙在厂里订1000块钱的货，我的业务能力你是知道的，这批货分分钟我能给你倒卖出去，到时候倒卖赚了1500块，多出来的钱我们就可以平分了。听到刘帅这么说，张强更加来兴趣了，眼睛瞬间发亮，觉得刘帅说的太对了。刘哥，我跟你出去单干，至于合伙的钱，我就是让家里砸锅卖铁，我也给你凑出来。听到张强同意跟自己单干的时候，刘帅眼里带着藏不住的算计。要不是兜里钱不够，我才不乐意跟人合伙呢。就凭我得能耐，单干指定能赚得盆满钵满。等我攒够本钱，直接把他给踹了。而另一边，温静之连着几天吃饭都没什么胃口，整天身体不是疲乏就是犯困。江鹤当即就开车带他来到了最近的卫生院。同志，恭喜你，你怀孕了。真的吗？这个消息砸得江鹤愣了好一会儿，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医生，你没弄错吧？不会错的，回去要注意休息，不能过度劳累。静之，我们有孩子了。你去沙发上坐着，饭我来做。这2天我给你找个保姆，你先用用看，如果不合适给钱，让他走就行了。回头再找个合适的。好，知道了。对了，前2天楼上刘姐拿了些备面料给我看，面料可好了，你开的店里要不也进店那种料子，应该会卖得很好的。江鹤听到温静之这么说，准备做饭的他把温静之拉过来坐在自己腿上，胳膊顺势揽上他腰问道：说说是哪家的料子，让你评价这么高，我也去看看。叫亚发布料店，听刘姐说他家生意很好，店里到货几乎是供不应求。看来明天得带他出去看一下，顺便再带他去工厂溜达一下。见江鹤一时不说话，温静之也拿捏不准他是什么态度，带着些忐忑问道：怎么了？你是不是也知道这家店生意真的有那么好吗？那你知不知道这家店是你男人开的？明天带你去看看，顺便选些你喜欢的料子，回头把家里的被面也换掉。听到江鹤说的，温静之有片刻的恍惚，摸不清江鹤的布料店到底有多大，生意能火爆成这样。这时市场部的薛峰突然把张强拉进了角落。兄弟，咋了？张哥，兄弟把你当哥才这么说的，要是说的不中听，你也别介意。兄弟，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刘帅做事不地道，别跟他单干，不然想再回来比登天还难。市场部刚开完会就对外招人，所以别以为老板那边什么都不知道，能盘活这么大的厂子，他可不是一般人。知道了，谢谢你兄弟，我不会跟他出去单干的，以后我会努力拉订单的。他把主意又打到了工厂这里，于是便找到了吴经理。吴经理，你也知道我的业绩有多好，这些日子我鞋子都磨坏了2双，可底薪还跟其他人的一样，多少有些说不过去。要是不给我加工资，我就不干了。听刘帅只为加工资说这一对，吴经理没应声。眼下刘帅还没找准自己的定位，他以为用这种方式要挟加工资，老板就会妥协。刘帅见被吴经理这样一言不发的盯着，也拿捏不准吴经理到底是什么态度。吴经理，我不是故意为难您，就是觉得这样太不公平。同顺纺织厂你知道吧？对方老板想要让我过去他厂里，可我在咱厂里习惯了，但工资肯定要涨。啊，我知道了，回头等老板来了，我会传达一下你的诉求。那就麻烦吴经理了，要是老板给我加工资的话，告诉我一声，我看看满不满意。要是不满意的话，我就不在这里耗着了。刘帅一走，吴经理直摇头，觉得他太天真，跑业务刚有点起色就目中无人。老板，市场部刘帅想要加工资，并且提成不能跟其他业务员一样，他要涨提点，底薪也要加100，还说同顺纺织厂要高薪挖他过去。看来刘帅还真是把自己当成一盘菜了，跑几天业务就狂成这样。我看工厂离了他就不转了。那正好，你让他今天就可以走了，我就不影响耽误他发大财了。
好的，老板，我待会儿就通知他，让他去办理离职手续。吴经理把老板的话转述给刘帅，听到吴经理说的，刘帅误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他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忍不住笑出声，确认道：“吴经理，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你没搞错吧？”小刘，这是老板的吩咐，我能跟你说笑。他得知有纺织厂高薪挖你，说不耽误你发大财，让你现在去人事办离职，再到会计部那把工资结了。我可是市场部业绩最好的，老板怎么舍得放我走？肯定是哪里搞错了，我要亲自见下老板，跟他反映一下。哎呦，小刘，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既然别的纺织厂愿意高薪聘请你过去，我们江老板又如此通情达理，愿意放你走，你咋还找老板呢？你该不会是故意这么说，只是为了让老板给你加工资吧？吴经理的这番话戳破了刘帅的心思，原本信心十足的刘帅此刻却陷入了自己挖的坑。其他纺织厂请自己过去，是他为了让老板给自己加工资编出来的，因此强压内心的慌乱不安，开口冲他说道：“吴经理，你应该没传达好我的意思，我会亲自跟老板说这件事。”刘帅说完话后便匆匆离开了，还没等他找老板，人事部就约谈了他。当天刘帅就结清了工资，离开了亚发纺织厂。另一边的赵征头疼不已，接连收到多家门店有三教九流的人上门闹事，吓跑了所有顾客，导致营收暴跌。他在这地界的生意向来没人敢招惹，根本摸不清这些人的来路，一连查了许久，幕后黑手的踪迹半点都没摸到。赵征气得当场摔了茶杯。怎么了爸？发这么大脾气？你最近在忙什么？我怎听说你跟龚家的那个小子走得比较近？爸，我想跟他合伙开公司，我想搞自己的事业，而不是继承家里这些老旧派的祖业。听到赵明杰这番话，赵征想了想，自己也不是古板的人，让他锻炼一下也不是不行。要是做得好，那自然最好不过；要是不成，还能回来继承家业。行了，既然你们要一起开公司，我也不拦着你了。不过合伙做生意中间会掺杂一些问题，你自己留个心眼就行了。我还有事，先出去了。从家里出来的赵明杰启动了车子，正打算去找公药组，刚踩下油门，就听到有人拍车窗，停下车见是家里保姆姚桂红。什么事？少爷，你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这个是我特意跟人请教学的，国外人叫三明治，你试试。赵明杰伸手接过来后，踩着油门行驶出去，把刚才保姆给的东西扔出了车窗外。他很讨厌家里的保姆，感觉对方在这个家里工作久了，有些认不清自己的身份，那副做派，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自己的母亲。赵明杰驱车来到自己开的公司后，发现公药组已经到了，身边还多了个外国人。大姐，我今天过来是想告诉你，投资公司的那笔钱现在拿不出来，我家老头子最近心情不好，不愿意拿钱出来给我开公司。听了这番话的赵明杰想到自己已经陆陆续续投入了10几万了，脸上的笑容有一瞬的僵硬。当初我们谈好的，我前期的钱已经投入进来了，现在就差你这笔钱到位，就能对外招工了。你现在突然说没钱，你让我怎么办？小爷我能亲自跑来跟你说一声，已经是够抬举你了，你再敢跟小爷吼一个，别怪我对你不客气。随着他的话，赵明杰面子上也有些挂不住，他们都是被人捧惯的主，哪里受得了对方的气？一时间屋内的气氛降至冰点。身为外国人的鲍比用着不标准的普通话开始冲他们两个劝解了起来。赵先生，你也是个留学生，我相信你的能力。既然龚先生家里不愿意出这笔钱，你可以让你父亲再帮你垫付后面的资金，相信你们家里也不缺这点钱。话刚说完，公药组骂骂咧咧的走了。此时赵明杰觉得鲍比说的有道理，自己有能力，干嘛要找人合伙开公司？想到这里，赵明杰便往家中赶去。小姐，你那个公司不是合伙的吗？怎么突然又增加这么多钱？你那个贸易到底靠不靠谱？爸妈，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我做的这个生意那是在国外非常流行的，我相信在国内以后也能做大做强。赵征作为一家之主，感觉赵明杰现在不仅冷漠，对于他们父母也没有任何感恩之心，但凡多说一句就会露出不耐烦的神情。看着这样的儿子，赵征心里不由得心寒。家里顶多再给你拿8万块钱，多的没有了，你也不小了，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赵明杰见父亲不愿意拉自己一把，饭都没吃完的他就离开了餐桌。一旁角落里的保姆姚桂红看到这里，忍不住心疼赵明杰。赵征两口子真不是东西，明杰创业缺那么多钱，他俩一毛不拔，这缺口让孩子去哪儿补啊？正在赵明杰一筹莫展时，有人给他出了主意，让他拿资产去银行做抵押贷款。此时他想起上次找了棉厂，让那边给纺织厂断货，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等他驱车来到纺织厂后，看着门口排着长队等着登记的角力车，便上前随便逮住一个人问道：你们是来做什么的？我们都是布料店的伙计，过来取货的。这里不是干不下去了吗？说什么呢？人家厂子生意好得很，我们都是来拉货的，厂里还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角力车伙计等着拉货呢。赵明杰被这番话惊到了，有些不愿意相信江鹤竟然真的把厂子盘活了。这时江鹤正从厂内走了过来，在江鹤快要靠近时，赵明杰莫名的感觉到一种压迫感，不自觉的往后退了一步。你真当你能吞得下这么大一个工厂？我胃口大得很。行啊，那咱走着瞧，我要让你跪着求我。此刻厂库那边乱哄哄的，江鹤立马大步朝着那边走去。他这边刚走近，就听到有人嚷嚷道：明明是我先来的，为什么要给他先提货？这么多人可都是亲眼看见的。
仓库主管习惯了提货时，有人给他塞些好处就优先给人办事，如今被人戳穿后，他也不怕。你要是不乐意，就别来排队提货，不然就老老实实给我等着，否则我能让你等1天拿不到货。听到这里的江鹤脸色阴沉了下来，工厂本该服务客户，怎能对人吆五喝六？他竟不知仓库的人如此嚣张，当即越过人群走进去，将提货师傅拉到了一旁。这位大哥，你先别急，有话好好说。我是这家的老板，我刚听你念叨这仓库的人时常收你们提货师傅的好处。是啊，我们这些人都是给布料店老板干活的，挣些辛苦钱不容易，回头来拉个货，你们仓库人员还想要点好处，这让我们怎么活？好，这件事我会查清楚。如果真是这样，这件事厂里会严肃处理。放心吧，以后绝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随后，江鹤阴沉着脸把厂长刘丽娟叫到办公室。厂库那边人员跟提货师傅索要好处的事情，你知不知道？老板，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会查清楚。真有这种现象，那绝对会严肃处理。这件事你确认清楚，要是仓库的人真敢跟提货师傅索要好处，那就让他们全部走人。我们厂不需要这种败坏风气的蛀虫。好的，老板，我这就去办。而另外一边，姚桂红突然被人拽进巷子，她刚要扯开嗓子破口大骂，抬头看清来人的脸，瞬间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于冬夏动的话都说不利索，蹲守数日才逮着机会。前些日子拦赵明杰借钱救急，那小子不知自己并非赵家血脉，反倒阴阳怪气数落了他。你是不是没告诉咱儿子，他是老子的种，根本不是姓赵的种？你胡说八道什么？姓于的，我不允许你找他。现在他可是赵家的公子，以后那是要继承赵家的产业的。姚桂红，老子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但我绝不允许我于冬夏的儿子认别人做父母。你都不知道咱儿子现在有多优秀，前些日子才从国外留学回来，现在正忙着开办公司。可要是孩子跟着我们这样的父母，他这辈子哪儿还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啊？听到姚桂红这番话，于冬夏并不买账。不管如何，他肯定会找机会跟赵明杰摊牌，让他尽快拿到赵家的财产，到时候自己也能跟着享清福。可眼下他不打算告诉姚桂红，免得他坏了自己的好事。给我点钱，还有现在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一下，老子已经好几天没睡过一次安稳觉了。姚桂红本不愿给住址，可不给于冬夏定会继续堵他。要是被赵家夫妇撞见，看到赵明杰和他长得一模一样，他们肯定会怀疑赵明杰的身份。不许你找儿子胡说八道！于冬夏一把将钥匙抢了过来，然后揣着袖子大步的走出了巷子。这一幕被驱车回来的赵明杰看到，他见家里的保姆跟那天见到的男人拉扯。那不是前些天跟我要钱的乞丐吗？他怎么会在这里跟我家保姆拉扯？我竟然还和他有几分相似。赵明杰不愿意相信自己竟然不是赵家的亲生儿子。当天晚饭前，赵明杰去了一趟厨房，接着没多久，厨房就传来碗碟被打碎的声音。几分钟后，赵明杰走出厨房，留下姚桂红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出去办事回来的赵征两口子看到眼眶红肿的保姆，桂红，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你要是有事，可以先回去。我身体不舒服，你们尽快找个人吧，明天我就不来了。听到姚桂红说要离开，这让赵家两口子有些始料未及。毕竟这个姚桂红在他们家已经干了20几年了，他们不清楚姚桂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行，你跟我来吧，我把这个月的工钱给你结清楚。姚桂红拿到钱，带上自己的东西，趁着夜色离开了赵家。这边江鹤带温静之逛百货商店，不远处冉凤正和杨凯挑结婚被褥料子。他抬眼瞥见温静之穿的是时下最时兴的呢绒大衣，杨凯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对面有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眉眼精致如画。你认识？她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表姐。表姐竟然长得这么漂亮，跟冉凤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这时冉凤察觉到杨凯盯着温静之那边看，心里顿时不对劲了。自己已经把自己便宜的送了出去，现在竟然在这里见到了表姐，如今自己的对象竟然还盯着表姐痴迷的看着，没好气的冲她说：“你那是什么表情？我告诉你，杨凯，别想些没用的，就你家那条件能娶到我，算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冉凤在看温静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想起刚她身上穿的衣服，自己必须也得添置一件才行。等冉凤回到家中，就看到母亲黑着脸坐在凳子上。妈，你怎么了？温红怒红着双眼盯着自己叛逆的女儿冉凤，你是不是在跟别的男人搞什么自由恋爱？妈，实话告诉你吧，我把身子都给了对方了，我不想嫁给一个脑子不正常的人。我什么时候说要把你嫁给他了？这不是还没找到你表姐，找到后我就把人送过去。你怎么那么贱？还没结婚就白白让人占了便宜，以后他们家谁还高看你一眼？提起表姐，冉凤想起在商店看到温静之的事情，便开口如实说道：“我今天在百货商店看到表姐了，她穿的可洋气了，我都差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估摸着她应该是被江鹤拿出来卖钱了。等我把你表姐的事情办完后再说你的事，最近你不许再去找那个人，听到没有？”冉凤像是没听见似的，用力的甩上卧室房门。这边赵明杰想起姚桂红说爸妈亲儿子没死，只是被丢在乡下一个绝户头上。赵明杰怕父母接回亲生儿子后亏待自己，更不愿原本的一切被争抢，便决定暂时瞒着真相。此时赵明杰公司这边来了进行安全检查的几个工作人员。你们是谁安排来的？知不知道我是谁？我这里你们也敢查？
这位同志，不管你是谁，既然你要办证，我们就要进行检查，不符合规定，这证绝对不能给你办。这番对话被刚刚赶来的赵征听到，他竟从未发觉赵明杰的情商这般低。今天怎么上门检查了？之前不是都简单走个流程吗？难道阿杰最近是得罪了什么人？这时赵征走了进去，好巧不巧，检查人员自己正好认识。接着赵征扬起笑容，陪笑说道：林哥，这种事怎么能让你大冷天亲自跑一趟？正好咱哥俩好久没见了，我们去吃口热乎的。是赵老板，你怎么在这？这是我刚留学回来的儿子，想历练一下，所以他自己就开了这么一家贸易公司。林哥，我儿子年轻被我惯坏了，不懂事，有得罪你的地方，还请你高抬贵手。你儿子是不是跟那个亚发纺织厂的姜老板不对付？林哥，有话你直接说吧。有些事我不方便说的那么透彻，但既然咱们认识这么些年了，我也卖你个人情，那就是以后别再得罪姓姜的那个小子了，你们父子俩加起来也玩不过他一个。听到这番话，赵征想起家里工厂频频出问题，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江鹤搞的鬼。林哥，你知道那小子是什么来头吗？林东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赵征，左右看了看没人后，冲他耳边小声提醒说道：知不知道前段时间亚发纺织厂为什么去了那么多领导看场？那也只是走个过场，最上面的人一直没露面，总归你们悠着点，别没事去招惹他。我感觉那小子心肠黑着呢，我看那小子跟你长得挺像的，你们该不会是什么亲戚关系吧？要是这样，刚才那番话你就当我没说。听到林东这么说，赵征并没有吭声，因为江鹤长得确实跟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很像，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赵征并不怎么反感姓江的那个小子。林哥，你就别逗了，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他怎么可能是我亲戚？凑巧长得像而已。也是，毕竟你儿子凑巧跟你长得不像而已，倒是姓江那个小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你亲生儿子呢。两人随着林东这番话，气氛缓和了许多，可赵明杰很不给面子，将所有检查人员都赶了出去。林东见状，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赵老板，这种事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否则别怪我林东不给你面子。随着林东的离开，赵征清楚这次是真的把主任给惹毛了，回头必须得亲自登门好好道个歉才行。阿姐，你知不知道你在干嘛？为什么要那么对他们？爸，你搞清楚，是他们先刁难我的，如果我不站在自己的立场反击，他们还指不定要怎么刁难我。听到赵明杰说的，赵征气得额头青筋都冒了出来，明知道对方是刁难他，还跟对方硬刚。赵征隐忍克制着心头的怒火。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下海做生意一定要学会低头，懂得观察形势。你这样还想做生意，就是一个文件下不来，你就没办法开门做生意。我手续齐全合规，他要是敢卡，我就找比他级别大的人反馈他问题，我就不信没人治不了他。好，你随便折腾吧，以后不要令家里的任何人脉。说完，赵征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赵明杰听到赵征离开时撂下的话，气得无处发泄。比起另一边江鹤的工厂生意愈发红火，眼见温静之在家闲来无事，他便合计着让他到厂里帮衬，专门盯着会计部的各项事宜，也能多一份照应。我爱人温静之以后负责管理财务采购这一块，回头你们两个部门的文件由他批改就行，不用再给我审批签字了。田丽丽视线对市场老板目光后，羞得顿时脸红到了脖子根，嗫嚅着声音应声道：知道了，老板。让温静之没想到的会计经理是个女同志，看到田经理看江鹤的眼神，分明是春心萌动。你有什么不懂的，以后可以问我，我会耐心教你的。会计这边的文件都是很重要的。好，那就麻烦你了，田经理。听到温静之这么说，田丽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一幕正巧被江鹤看在眼里，他眉眼间闪过不悦，沉声冲着田丽丽说道：没事了，你出去吧。好，我出去办点事，你要是无聊的话，可以先让小蔡带你去车间转转，回头下午开会的时候，我再带你出席。好，知道了，路上车开慢点，注意安全。江鹤离开后，温静之这就准备找小蔡带自己熟悉场内环境。正在这时，对面抱着东西的马主任看到温静之，直接很是不礼貌地开口说道：哎，说你呢，别站着了，过来帮我把这个拿到会计部那边。温静之左右瞧了瞧，确定对方是喊自己，迟疑了几秒，最终还是帮他接过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走。马主任打量着眼前的温静之，即便围巾裹得够严实，只露出一双漂亮的凤眸，也能感觉到围巾下面是一张漂亮的脸蛋。你是新来的吧？跟我来，以后不许穿的这么花枝招展，毕竟这里是工厂，不是什么休闲娱乐场所。抱着东西跟在马主任身后的温静之听到这些也没应声，而是专注地走着路。得不到温静之的回应，马主任扭头冲着他没好气道：跟你说话呢，听到的话就应一声，别跟个哑巴似的。呵斥间，温静之被带到了田丽丽办公桌前，随后马主任没了刚才的高高在上姿态。妹子，这是整理出来的文件资料，我让人给你搁在这了。田丽丽见温静之被工人当新工训斥，不敢吭声，觉得他空有美貌没本事，不配当自己的上司。她准备借马主任这把刀给温静之难堪。马主任，这文件这么乱，你重新整理一遍再给我吧，不然这么乱我怎么分下去？往常送材料都不会被要求整理归类，今天这小田怎么回事？这时马主任看到田丽丽给自己使了个眼色，瞬间明白了他的用意。哎，新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过来把这个给田经理整理一下，我还有事要忙，没空搞这些。刚才我是好心帮你把东西搬过来，
既然是你们部门的资料，你们与会计部对接，有什么问题双方解决沟通。你拉着我一个才见过一次面的人给你整理文件，你知道我是干嘛的，你就不担心文件内容被泄露？要是因为这个工厂重要信息被泄露了，这个责任你认为你能担得起吗？这番话堵得马主任哑口无言，眼看大家都在看着自己，硬着头皮强词夺理威胁道：你哪个部门的？我这就告诉你领导，明天你也就不用来了。你是哪个部门的？权力这么大？随着温静之的话，马主任脸上的表情再也挂不住了，眼看着面前的年轻漂亮女人，丝毫不畏惧自己的威胁。随着温静之的离开，落了下风的马主任心里也有些怪怪的，不清楚刚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妹子，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啊？我不知道啊，人是你带来的，我以为她是你们那边新来的职工呢。此刻马主任看出了田丽丽在跟自己耍心眼，只是不清楚刚被自己刁难的到底是谁。那田经理，这些文件怎么办？先放在那边吧，我会安排的。这边温静之回到办公室后，见自己的桌子已经搬过来了，小蔡正给椅子套着棉垫子。小蔡，我跟你打听一个人。老板娘，你说那个马主任他是哪个部门的？马主任是前段原物料仓的。你回头问问，看他工作怎么样，再看看他部门工人对他的评价如何。小蔡年纪不大，可心思却十分活络。他意识到马主任那边肯定是得罪了老板娘，而老板娘又不能直接把人撵走，明白温静之的用意后，开口道：好的，老板娘，回头我问一下，如果不行，就通知他们部门经理让他走人。好，那你先去忙吧，等会儿下午你有空陪我去熟悉一下工厂，我得尽快上手才行，不然田经理对我的意见更大了。明白了，老板娘，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出去了。小蔡离开办公室后，就直接去了前端物料仓，找到了邱经理。邱经理，马主任那边，你回头跟人事部沟通一下，让他尽快走人吧。怎么了？这是这么突然？老板今天带老板娘来厂里了，以后老板娘负责会计部和采购的一些事情。刚刚老板娘让我打听马主任的人品口碑，估计马主任不认识老板娘，把人给得罪了。还有那个田经理，明明老板单独给他介绍了老板娘，他还去招惹，估计等老板娘上手后，他也悬了。好，我现在就找人事部谈一下。两人对话正好被从外面回来的马主任听见，他不敢相信，在田丽丽暗示下，自己得罪的人竟然是老板娘，怒气冲冲的来到会计部。你个，我说你怎么给我使眼色，让我针对那个新来的？感情你知道她是老板娘，故意让我这么做，我早就看你对老板不对劲了。感情你这个真是对老板起了歪心思，这才敢这么嚣张的要我针对老板娘。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让你刁难老板娘了？是你自己把她当成新来的刁难，关我什么事？勾引老板不成，嫉妒老板娘，借我的手给老板娘下马威，给她找难看。你少污蔑人！田丽丽跑了出去，躲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了起来。田丽丽不敢想自己偷偷喜欢老板这件事被这样抖搂了出来，自己以后还怎么在厂里做人？田丽丽认为这一切都是温静之惹的祸。紧接着，田丽丽请了1个月的长假，在没有任何人的批准下，她就这样离开了工厂。老板，田经理好像对老板娘有意见，闹情绪呢，直接没跟任何人通知的情况下，就写了一张请假条扔给了人事部。现在会计部那边有笔急用的支出，需要田经理签字。以后会计部那边的所有文件拿给你们老板娘审批。这边家里，田母看到田丽丽还没到放工时间就回来了，带着些诧异错愕问道：怎么这个点回来了？我们老板娘欺负我，我请假了，我要让她看看没有我田丽丽工厂账本能乱成什么样。她不亲自过来跟我道歉，我就不回去了。你们老板的媳妇去工厂上班了？是啊，一来老板就让她当我领导，她什么都不会，就空有一副好皮囊。这番话后，田母没有再说什么。她起先确实有让女儿田丽丽高攀的心思，毕竟那可是亚发纺织厂的老板，要是女儿能嫁给对方，以后老田家那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于是与女儿统一战线，说道：丽丽，你就安心在家待着，等你们厂里账乱套了，让你老板亲自请你回去。放心吧妈，我干的工作一般人绝对干不了，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老板就会亲自找上门请我回去的。田丽丽跟母亲谈过后，心里舒服了许多，她满心期待着接下来工厂的会计部因为自己的不在而变得一团糟的景象。接下来的几天，温静之每天跟江鹤同进同出，到了工厂后，他就一头扎进账本，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都会把会计部的周主任叫来确认。很快，温静之就把手头上的账本全部弄清楚了。会计那边的账本我都捋清楚了，也跟周主任说了，后续的文件全部都交给我这边。好，你看着安排就行了。至于不听话的员工，是你手下的人，你看着办就好。这番话后，温静之沉下心琢磨，和田丽丽虽有隔阂，但她业务能力确实没话说。温静之打算给田丽丽一个机会，只要对方回来好好干，以前的事就翻篇。这2天我看账本，发现账目做得很工整，整个账面虽然有1-2个涂抹痕迹，这已经很不错了。所以等他请假回来再看看吧。另外一边，会计部办公室，周主任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冲其他人员说道：我现在通知一下大家，现在老板娘已经把账目全部理清楚了，后续我们这边的所有
有待审批的文件，经过我签字后递交到文员小蔡那边，再由老板娘审批。周主任，老板娘这么快就把账本理清楚了吗？不用怀疑了，老板娘确实是用最短的时间把会计部的账本都捋了一遍，所以以后大家仔细一点。这时坐在对面的小琴想起田丽丽昨天去家里找自己，询问现在会计部是不是因为她不在已经乱套了。想到这里，小琴忍不住的询问道：那以后田经理请假回来怎么办？谁知道呢？看以后老板娘怎么安排吧，毕竟他现在已经捋清楚了会计部的账本，往后的事情谁说得准？然而这边从厂里离开后的刘帅折腾了一番，不但钱没赚到，还搭进去2万，走投无路的他想重新回到亚发纺织厂，可自己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最近一段时间刘帅守在厂外，这天他终于拦下江鹤的车。老板，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回厂里好好干。江鹤下车后，看着跪在地面上的男人，哭得稀里哗啦的，阴沉着脸冲着跪在地上的人说道：回头去厂里找我。老板，您找我？统计下因要求降价被停单的客户，算清他们月均订单量，停单造成的损失。等刘帅来后，叫上商务一起谈，按照50%赔偿，要求他对工厂做出索赔。原以为老板对于这件事已经不再关注了，现在看来，刘帅这辈子想再翻身恐怕是难了。好的，老板。田丽丽这边看已经过去这么多天，厂里一点动静都没有，跟会计部人员打听到，老板娘已经把会计部所有的账本都理清楚后，她终于坐不住了。老板娘，今天是盘点，我特意过来看看账本这些，你要是搞不明白就拿给我吧，我来核对，毕竟这种事可马虎不得，但凡有一点错误，都会给厂里造成不小的损失。田经理，既然你今天来了，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你假期应该还剩下5天吧？账本的事情我已经捋清楚了，等你正式上班后，你再找周主任，至于后续怎么安排，我再通知周主任。听温静之这么说，田丽丽清楚意识到，老板娘她是想用这种方法告诉自己，她才是这个工厂的老板娘，自己跟她作对是没什么好下场的。好的，老板娘，我知道了，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出去了。几天后，刘帅一大早就迫不及待的来到亚发纺织厂这边，这一次他做好了万全准备，一定要赖在厂里，私下倒卖布匹，满脑子都是对未来赚大钱的憧憬。吴哥，好久不见，昨天我见了老板，跟他说想回来工厂上班，让我今天来找他。这是东旺还有联华几家客户的采购订单，每月他们这几家订单量达到20万左右。这番话让刘帅有种不好的预感，这几家客户都是他私下透露工厂成本价，他压下颤抖的手，强扯出笑装傻起来。吴哥，你跟我说这些干啥？我过来是重新想做业务员的。刘帅，我们接到这几家订购商反馈，说是你告诉了他们我们厂里的成本价格。听到吴经理这话，刘帅的瞳孔猛地一缩，连带着眼尾都控制不住的发颤。他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老板让自己过来哪里是想重新录用，分明是算着旧账，等着找他追责。这时刘帅也逐渐回味过来，自己为什么倒卖布料生意好好的，突然怎么就把自己刚进的货给查了。此刻会计员小薛递出一张核算清单，冲他说道：这是因为你的原因统计出来的相关损失清单，工厂需要让你按照50%进行赔偿。刘帅看着清单上那长长一串数字时，险些吓晕过去。谈完事情后，刘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工厂的，他发誓以后绝对会躲着江鹤走。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赵征难以置信地看着手中的东西，随后放下文件，看向自己精心教养长大的儿子，冲他质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爸，我都说了，我开公司资金还不够，这就当是我跟你们借的，要是你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你就把这个房子的证件给我，我去银行做抵押，等我开公司挣了钱再把证件拿回来。阿姐，你知不知道这样做的风险跟后果是什么？你难道让一家人跟着你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吗？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不肯愿意相信我？在你眼里，我这个儿子还比不上这点钱来的重要。阿姐，你先去忙吧，我跟你爸再想想办法。赵明杰来到了车内，气愤地捶打一下方向盘，决定必须把那个人困在乡下一辈子才行。老赵，不行的话你就把钱给儿子算了，别让他这样跟我们闹了。给他钱都是次要的，可你有没有发现他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冷漠了？有时候我都在想，他到底是不是我赵征的种？老赵，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周娟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你这样说是不是怀疑我？我不是那个意思。几天后，另一边的姚桂红偶然间经过了亚发纺织厂，看着门口张贴的招聘告示，这期间他看到一个打扮时髦的漂亮女人，暗自猜测有可能是厂里老板的千金，不由得起了撮合他跟自己儿子的想法，然后立刻找到了赵明杰。你来干什么？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要来找我？阿杰，我这次来是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我看到亚发纺织厂有个姑娘长得特漂亮，觉得跟你很般配。你给我记清楚，我是赵征的儿子，赵家的唯一接班人。我的另一半可不要什么工厂女工，对方必须得相貌人品家世样样俱全，少一样我赵明杰都不会多看一眼。你再敢跑来给我乱点鸳鸯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过来给赵明杰送
上前的赵征看到了刚刚的一幕，不清楚之前家里的保姆姚桂红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便上前开口问道：“你在这里干嘛？”突然出现的赵征吓得赵明杰脸上顿时没了血色，眼神中带着掩饰不住的慌乱。我过来找工作，没想到这里竟然是您儿子开的。听到姚桂红说的，赵征并没有说话。赵明杰心虚的脸色让赵征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你怎么突然来了？是想看我笑话吗？我告诉你，我赵明杰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我有的是办法弄到钱，不用你给我。听到这番话后，赵征望着眼前的赵明杰，只觉心头漫过一阵彻骨的陌生。赵征抿仅存一个字也没再多说，转身径直离开，背影干脆的没有一丝犹豫。阿杰，你怎么能那样跟他说话？滚！接下来的时间里，赵明杰以最快的速度招聘了职工，然后他的贸易公司也算是正式开业了。这天于冬夏也来了，他站在人群中看着赵明杰，感叹不愧是自己的种。此刻赵征在妻子的催促下也赶了过来，只是他坐在车内，并没有打算下去。今天可是你儿子公司开业的大好日子，你衣服都换好了，确定不下来恭贺儿子几句？他开业也没通知一声我这个当老子的，我能过来坐在这里看一眼，已经算是给他面子了。好了，儿子还小你不小了，别跟孩子置气了。来都来了，走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走吧。刚走2步，赵征瞥见穿灰大棉袄的中年男人，瞧着五官轮廓，竟和自家儿子格外相像。台上的赵明杰撞见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冲下台，挤出人群，开口喊道：“爸妈，外面冷，我们进去吧。”被赵明杰打断后的赵征收回视线后，看着眼前的儿子，忍不住又朝人群中看去。这时人群中已经看不到那个人了。爸，你看什么呢？快进去吧，外面怪冷的。说完，赵明杰拉着周娟的胳膊往里走。赵征向人群中又扫视了一圈，确定再看不到那个人时，这才面带凝重地收回视线。妈，你觉得我这个贸易公司怎么样？挺好的，不愧是我儿子，果然有能耐。此刻赵明杰敏锐地察觉到赵征的心不在焉，他怕父亲看出端倪起了疑心，哪里还敢像从前那般肆意张扬，只得立刻敛了眼底的戾气，换上一副装乖卖巧的样子。我原本是想告诉你们开业时间的，可这个天太冷了，我怕你跟我爸冻着，这才没告诉你们。没想到你们还是来了。听到赵明杰这么贴心的话，周娟的脸上露出温柔的笑意，她就知道儿子其实还是心疼自己跟赵征的。这时一名职工面带兴奋开口冲着赵明杰汇报道：“赵总，有人跟我们订1万套台灯，这是采购单。”好，知道了，去忙吧。爸妈，你们也看到了，我这个贸易公司以后肯定会经营得很好的。那就好好干，这种开业第一单要不是你熟悉的人给的订单，最好还是让人落实一下。听到赵征的话，赵明杰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周娟看到赵明杰脸上消失的笑容，明白儿子是被父亲的态度寒了心。阿杰，你爸那么说也是为你好，我看你这里也挺忙的，我跟你爸就不耽误你做事了，我们就先回去了。等他们出来后，周娟冲着身边人问道：“老赵，你刚在干嘛？你没看到儿子今天有意跟我们缓和关系吗？他公司今天第1天开业就拿到一笔大单，你都不知道恭贺一下，怎么还那样说？你这不是打击他自信心吗？”我那是提醒他，如果不是朋友，谁会在不了解这个公司的情况下，给刚开业的公司下那么大一笔订单？这不明摆着有人挖坑。那怎么办？我这就上去提醒一下儿子。好了，既然已经提醒过他了，你就别操心了，我先送你回去，晚点我还有事。与此同时的亚发纺织厂，因着布料在市面反应效果特别好，来订货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亚发这边订单出现饱和状态。江鹤刚到厂里就被厂长刘丽娟给堵了个正着。老板，厂里订单爆了，生产这边已经忙不过来了，目前给到生产的排单计划都到下个月了，厂里的白碗班的产能也达到了极限，再这样挤压下去只会拖得更久。我这边已经订购了12台机器，你晚点问问机器什么时候能回来，回头调试点时候你盯着点。至于工人，回头你安排人事部尽快招聘回来就行。随之江鹤来到了办公室，看着正算账的温静之。机器还没到，刚我听刘厂长那边都急了。我刚让人问过了，明天就送来了。厂里订单压力太大了，东区那边我新盘下的地方打算改做2厂，回头你让人再订20台机器回来。明天机器就到了，要不再等等看？那你说说要等到什么时候？你看现在订单确实已经出现饱和状态了，按照现在的生产产能，回来这批机器开启后，白碗班运作能消耗很大一批订单。那你有没有想过，市场部这个部门的存在就是为了开发源源不断的客户，也就是意味着厂里客源现在是固定的订单，但市场部是不停的在往上递增，可机器只有这么多，等于缓解压力只是一时的，更何况马上要过年了，将会迎来一批高峰期，厂里的订单更加不能挤压。你说的对，还是你考虑周全，我这就安排人对接厂家，尽快敲定20台机器的订购事宜。好，这事你盯紧点，有任何问题及时跟我说。放心吧，我会把细节都落实好，不会耽误事的。而另一边，温红因为找不到温静之，加上对方一再催促要求尽快结婚的时候，她舍
舍不得对方给的几万块彩礼，不得已想让女儿先跟对方把礼过一下。小凤，现在还没你表姐消息，那边催得紧，你这2天别出去了，回头咱们把礼先过一下。看着碗里鸡腿的冉凤，忍不住一阵反胃，强压着喉咙间的恶心。当听到温红说想要让自己同意过礼时，再也忍不住差点吐了出来。他捂着嘴跑到厕所一阵干呕。温红来到卫生间，看着女儿这样，心里也是一阵不好受，冲她安慰说道：小凤，妈绝不会让你嫁过去的，只是先把礼过一下，婚事我会尽量推到年后，等找到你表姐就立马把她打包给对方送过去。妈，我已经怀孕了，所以不能嫁给那个疯子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这段时间晚回家，都是跟我对象在一起，本来这几天他都准备来家里提亲了，加上我怀孕了，这个肚子也拖不起了。话音落下的同时，冉凤面颊迎来结结实实的一巴掌，她捂着被打疼的脸，抑制着眼眶的泪水，梗着脖子，怒瞪着眼前打了自己的人。温红气得两眼发黑，接着怒不可遏吼道：你是不是不长脑子？没结婚也敢跟男人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来？你这样随便，以后嫁过去他们家人会怎么看你？我要是不长脑子，就被你们嫁给那个疯子了。我才不要一辈子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还要伺候一个老东西，光是想想我都觉得恶心死了。我都说了，我绝不会让你嫁过去的，你怎么就不听？妈，你也别自欺欺人了，这个家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你们能愿意退回彩礼吗？妈作为一个过来人，一路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要多，你要是听话，明天跟妈去把肚子里的东西拿掉，否则往后嫁过去有你吃不完的苦。这时的冉凤那是什么都听不进去，在她看来，温红说的任何话都是为了让自己嫁给那个疯子。妈，既然话都说开了，我也给你个准话，我不准备拿掉我肚子里的孩子，要不你打死我，否则别想我嫁给那个疯子，我宁愿吊死自己也不会进他们家门。随着冉凤话音落下的同时，温红被气得靠着墙缓了好一会儿，带着疲惫走了出去。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江鹤带着温静之刚到厂门口，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道迟疑的喊声：静之。温静之抬眼望去，来人竟是许久未见的舅妈杨金凤。舅妈，哎呦，静之，还真是你呀！你们是在这上班吗？舅妈，这厂子是我家的。静之这丫头命是真好啊，娘家刚落魄没多久，就靠男人重回城里，还成了老板娘，我这可得好好巴结一下。对了，静之，你姑妈正到处找你呢，她心疼你，给你寻了个好人家，对方家里有钱，就是那男人脑子不太正常，这是我特意打听来的，听说他都收了对方彩礼了。这番话后，温静之气得脚下发飘，他想起在乡下的时候，姑妈和表妹曾特意来过一趟，那时候他还满心欢喜的以为姑妈是真心关心自己。知道了，舅妈，回头我和江鹤一起去看你和舅舅。而冉凤对向杨凯家这边，养母整理着桌上的各种好看的背面料，还有几套新衣服，但是看着这些东西，他就一阵肉疼。小凯，反正现在小凤都是你的人了，现在还怀了你的孩子，要我说也没必要那么铺张浪费了，家里的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给你弟弟留着，方便他以后好说媳妇。妈，小凤的性格有多火爆，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跟他谈这些，万一他一怒之下把孩子拿掉，可怎么办？你呀，真是太不了解女人了，他能没跟你结婚就做那档子伤风败俗的事情，现在又怀了你的孩子，他不跟你还能跟谁？哪个好人家的男人还愿意娶她一个破鞋？听到母亲这么说，杨凯彻底沉默了，他也觉得小凤确实有些铺张浪费了，对于他们的算计，冉凤一无所知。与此同时，江鹤这边的2厂也开工了，或许是亚发厂的名气打出去了，有人眼红上门来闹事。刚我听人汇报说，厂门后有几个盲流子闹事，你去看看怎么回事，记得注意安全。好的，老板，我这就去。冯成这边从办公室出来后，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厂区外面，果然看到有人正在骚扰等待面试的女同志。你们干嘛的？随着冯成的一声呵斥，其中一个戴着火车头帽子的人一眼认出了冯成，同时冯成也认出了对方，他叫二驴子，是附近有名的街溜子，平时专门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只是赶来别人厂门口闹事没听说过。冯哥，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们几个怎么回事？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敢到这里闹事？冯哥，是梁老板出钱让我们过来的，要不然我们哥几个哪敢来这里闹事？能盘得下这么大场子的人哪能是一般人？所以我们这不也是只敢在外面闹一闹，压根儿都不敢往里面去。哪个梁老板？是华光纺织厂的梁建金，我们哥几个收了他1000块钱，他让我们过来闹一段时间。好，知道了，我是这里的人事部经理，以后你们不许再来闹事了，要是再来别怪我不客气。冯哥，你放心吧，要是知道你在这儿，我们哪敢过来闹事，哥几个先走了，你先忙。处理完厂门口的事情后，冯成回到了亚发纺织厂，来到了办公室。老爸，事情处理好了，确实是有人让他们过来闹事的。是谁指使的？冯成把从二驴子那边打听来的事情转述给江鹤，便退出了办公室。这边老纺织厂的梁老板一心想挖江鹤的墙角，费了不少功夫才请到资历最老的邹师傅。此刻他正放低姿态看着对方。邹师傅，你来我这边工资，我1个月给你开到180，再每月额外送你2匹布料。好，我明天回去就跟那边厂里辞职，来您这边干。梁老板，别到时候我来了你再反悔。你放心，只要你肯来，我承诺的绝对都不会少你的。邹师傅心里此刻也乐开了花，感觉
今年能过个大肥年了。从梁老板这边出来后，邹师傅就立即到亚发厂就提了辞职。老邹，你这是做什么？好好的，干嘛不干了？是不是家里有事？有事你请假就行了，干嘛不干了？我知道，但是我真是有急事需要辞职。是不是有人挖你？我可告诉你，千万不能去啊！邹师傅丝毫没把主任的话放在心上，此刻他满脑子都是梁老板的180的月薪。当天下午，邹师傅拿着离职批条去领了他的所有工钱，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了华光纺织厂。邹师傅，你看咱们先从哪台机器调试？这些机器这不都运作的好好的吗？调试什么？邹师傅，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老板让今天务必调试出2台机器，方便先生产一批龙凤呈祥的双喜贝面料。这番话听得邹师傅如遭当头一棒，瞬间傻眼，他这才恍然，梁老板肯花大价钱挖自己，竟是为了这事。可他哪懂全套调试？厂里花纹样式各有专属机修负责，没人能调出市面那些面料的完整版型。我什么时候说我会调试那些花样了？我根本不懂这些啊！你不会，那凭什么老板会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又花费如此大的力气把你弄来？话刚说完，陈厂长不敢有半分拖延，转身就把事情汇报给了老板。怎么样？是不是机器调试好了？老板，出大事了！那个邹师傅根本不懂得调试亚发生产的那些花纹。带我去见他。梁老板来到邹师傅面前，在嘈杂的机器轰鸣声中，语气完全没了先前的客气，开口冲着周师傅询问道：你不会调试亚发生产出的那些花纹样式吗？调试这些我们都是分工合作的，没人会完整调试出来。那你昨天为什么不说？你他娘的，老子给你开那么高的薪水，还每月许给你2匹布料，是什么原因？你心里没有一点数吗？马上给老子滚，别让我再看见你！另一边的温静之刚到厂里，就听到采购部那边开小会在谈论什么事情，打听了一下才得知华光纺织厂的仓库失火了。这时办公室的江鹤接了一通电话：江老板，您交代的事情办成了。好，我知道了。而此刻这边的华光纺织厂交了布料定金的老板听到消息后，纷纷全部找了过来。老梁，我们之前想在你这边订的那批龙凤呈祥一袭双喜布料，提前交的定金退给我们，我们不在这里订了。哥几个，咱们都认识合作这么多年了，我的为人大家应该也清楚，能不能先缓缓？等我这边复工后，我会立即安排给你们交货的。他们的我不管，我不要你的布料了，我要拿回我给你的定金，今天必须得给我。就算是要定金，能不能等我恢复生产？现在我工厂因为安全隐患被查封了，我一时半会儿哪里能拿出那么多钱？梁建清这番话没换来半分共情，众人越听越激动，吵着怕定金打了水漂，巨大的压力压得梁建清撑不住，眼前一黑，直接晕厥过去。几天后，梁建清正一筹莫展的时候，赵东旭找了他，积压了几天情绪的梁老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述说道：老赵，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以为从亚发挖来了人就能调试出跟亚发一样的布料，可偏偏挖来的人什么都不懂，而我正好又利用好几家老顾客的押金全部进了原料，100吨的货刚到了50吨，当晚仓库就因为线路失火，把物料仓烧了个精光，血本无归，血本无归啊！要我说，老梁啊，你现在工厂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你这样还不如趁机会把厂子盘出去捞一笔。万一等大家都知道了，你厂子很难再开起来。等那的时候，想要再盘出去，估计没人敢接盘。老赵，你说的对，我确实不能再把工厂砸我手里了。那要不要我帮你问问，有没有谁想接盘纺织厂？不用，有个人肯定愿意接盘我的工厂。谁呀？亚发纺织厂姓江那个小子，他最近在搞纺织2厂，相信我说要把工厂盘给他，他肯定乐意接盘。毕竟我工厂这些都是现成的，绝对能让那小子接盘下来。听你这意思，那小子得罪过你？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他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把生意做得太顺了。老赵，你人脉广，帮我牵个线搭个桥，我想把厂子盘给姓江的那个小子。此时的赵东旭眼神复杂，这一切都是江鹤为梁建清设的局，还不知自己不过是自投罗网。好，等我消息吧。老赵，我现在这样也不怕你笑话，我以这种方式收场，只怪我运气不好，夫人哪有姓江那小子什么事？所以这次我会把工厂的工人全部解散，他想接盘工厂，那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至于我欠的那些厂商的钱，他也得买单。老梁啊，我们老了，或许做生意真的不如年轻人，毕竟你也看到了，政策也在实时变动，都是利民的好政策。他虽然可能是个乡下来的，但对做生意这一块，他确实很有一套自己的管理经验模式，别太小瞧了人，你说是不是？梁建清丝毫没有听出赵东旭话中的意思，直接否决了他的话，开口继续说道：老赵，你真的是高看那个小子了。我之前见过姓江的那小子，长得虽然确实人5人6的，
他有什么？如果不是运气好，他能拿什么跟我比？那么难的时候我都一路走过来了，可偏偏现在一切都好了，我却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赵东旭见梁建清不上道，也不想再点拨他了。当天下午，江鹤就接到了华光纺织厂想要把工厂盘给自己的消息。江鹤安排好所有的事情后，约好第二天10点半会面时间，可梁建清摆谱，硬是拖到11点才到。等他到了地方后，发现只有赵东旭一个人。老赵，姓姜的那个小子呢？都快12点了，他怎么还没来？他走了。怎么走了？你怎么不拦着他点儿？老赵，你别误会，我不是要埋怨你，我这不是有事给耽搁了，晚到了一会儿，你能不能让他再过来一趟？老梁，也不是我说你，时间是你自己定的，地方也是你选的。你既然想让对方接盘工厂，为什么不准时到？人家姜老板几乎等了你1个小时，你这也太过分了。在听到赵东旭这么说，梁建清有些心虚的摸了摸鼻子，其实他就是故意迟到，想要借此机会姓姜那个小子难看，只是没想到江鹤不等自己到就离开了。老赵，你别生气，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是有事给耽误了。老梁，你要是不想把工厂尽快盘给江鹤，我看这件事还是就算了，或者你找其他人帮忙吧，我不想以后惹得一身骚，毕竟你工厂是我牵线搭桥的，以后要是有什么事，万一人家找我麻烦可怎么办？这番话让梁建清害怕了起来，他清楚现在只有赵东旭能帮自己，想到这里他放低了姿态，开口劝说道：老赵啊，咱们都认识这么久了，你说我要是没事能会这么晚才到吗？我是真的遇到了急事才给耽搁了，你再帮帮我，这件事成了，我好好请你喝一杯。大概过了10多分钟，赵东旭才松了口。不过这次他让梁建清跟着自己一起去亚发纺织厂谈，梁建清不敢再继续摆谱，因此欣然同意了赵东旭的提议。第二天，梁老板和赵东旭2人一同来到了亚发纺织厂，被工作人员引至会客室等候。足足等了1个小时的梁老板终于按捺不住，转头冲着身边的赵东旭发泄牢骚：老赵，你看看这个姓姜的小子有多狂妄，我们2人在他工厂等这么久，他都不下来，他这是什么意思？估计是人家姜老板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给耽搁了，否则不会迟迟不下来。不一会儿，工厂的姚副总带着商务部的负责人和会计部的负责人来到了会客室。抱歉2位，让你们久等了，我们老板有事不能下来，他委托我这边跟梁老板谈。这是会计部负责人周主任，这是负责商务的谢经理。麻烦2位看看这个，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会安排人员去清盘账本，机器设备那些后面会另做精算。至于有没有其他的欠款转嫁，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核对。我们老板说了，要是做转嫁，那就需要召集现目前华光的一些合作商，还有批发商全部一起会谈。随着周主任的这番话，梁建清拿过那张纸看了起来，顿时他的脸色都变了。他原以为对方只会谈价走流程，没想到江鹤懂盘账，这下他心里发慌了。哈，没问题。你是打算接盘华光纺织厂？是的。他们这么着急盘出去，会不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问题啊？要不要打听一下，免得我们接盘过来出问题？好，知道了。第二天，温静之在江鹤出去办事的时候，把商务部经理叫了过来询问了情况。谢经理，昨天你们跟华光那边谈的怎么样？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这边会初步先盘账，再核对华光那边是否有货商的钱没结清，还有就是有没有批发商的一些布料拖欠问题。目前暂时就是这些，后续还需要看老板那边怎么安排。那你再安排人打听一下，看看为什么华光会突然把工厂盘出来。我担心老板被人忽悠了，这件事别让他知道了，查清楚告诉我一下。好的，我知道了，老板娘。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出去了。当天下午，亚发纺织厂抽出3名会计，由周主任去华光开始进行盘账。经过几天的盘账下来，江鹤这边看着会计部出的报告，他直接在数据报告上又压了价格，接着让工厂商务部去谈判。傍晚，江鹤带着温静之来到附近最大的一家百货商场，正在挑选衣服的江鹤突然被一个女人一把拉住。你多大了？你父母叫什么？一旁的温静之见对方并没什么恶意，忍不住又看了看江鹤，紧接着目光注视着眼前这位气质端正的女人，询问道：请问你是有什么事吗？我不是坏人，我就是想知道这位年轻人今年多大了，父母叫什么？江鹤面无表情的直接越过了周娟，朝着前面走去。看着一脸冷漠的江鹤，周娟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中。当出门办事的赵征回到家中，看着周娟魂不守舍的坐在沙发上，你这是怎么了？跟丢了魂似的。今天我在百货商场看到一个人，跟你年轻时很像。你说的那个人，我想我应该见过。听到赵征的话，周娟顿时情绪有些激动，紧张的抓住他手。你见过？什么时候？为什么没听你说过？他多大了？家里都有什么人？阿杰的工厂就是他盘下的，现在也是亚发纺织厂的新老板，并且现在市面上卖的不错的布料都是出自亚发纺织厂，他短短的时间内把工厂给盘活了。老赵，你现在再仔细打听一下好不好？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现在满脑子都是在想他。好，那你等我一下。
那个江鹤今年多大了？听说他是乡下的，是哪个乡镇的？此时门外的赵明杰清楚地听到里面的对话，又想起江鹤和父亲长得极像，瞬间惊觉江鹤才是亲生的，如今还被爸妈怀疑了。他转身快步离开，必须得想办法阻止这一切。对方说那个叫江鹤的是个孤儿，被扔到一个绝户头，抚养到11岁时就没了。对方也是听村民说的，再多的他也不知道了。老赵，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猜想的那样，我想起那个孩子我就控制不住，我真的太难受了。第二天一早，赵征本想亲自下乡调查江鹤的事，正要出门时，却接到百货商店出事的电话。无奈之下，他拨通了一个号码。老柯，有件事拜托你帮我去办一下。放心吧，我现在就过去。与此同时，老柯目光看向赵明杰，为了儿子能出国留学，自己什么事都愿意做，即便是出卖老板那也没关系。艾姐，你放心吧，我会按照你吩咐的，跟你父亲一五一十的汇报这件事的。我儿子的事情就麻烦你了。等你事情办成后，我这边也会让人抓紧替你儿子办出国留学的事情。这番话后，柯学良激动地点了点头。他深得老板的信任，为了儿子前程只能辜负。赵明杰走后，他顶含重金包出租车下乡，忙了整整一天，探来的消息全转给了赵明杰。老板，江鹤是有父母的，只是他母亲是被家里一手包办的婚姻，那个所谓的绝户头就是江鹤的亲生父亲，对方是当地村里有名的老光棍，在快年近50的时候才花钱说上媳妇。听村里人说江鹤母亲很漂亮，生下他没多久就连夜逃跑了。这件事在村子里不是秘密，你要是有空可以亲自来一趟，兴许能打听得更加详细一点。赵征内心此刻说不出的失望，他想查清原委，也不愿放弃阿杰，打算让二人称兄弟。对外说江鹤是走丢的双胞胎，可如今想来，亲生儿子本就在家，却对容貌相似的江鹤起疑，实在荒唐。好，知道了，这件事就这样吧，不许跟阿杰提起。随着赵征电话挂断，周娟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怎么样？好了，这件事就让他过去吧，不许再提了。这边挂完电话的柯学良感觉双腿都是软的，足足缓了许久，这才慢慢恢复正常状态。随即拿起电话给赵明杰拨了过去。艾姐，我已经把那件事跟你父亲说清楚了，他信了，让我不要告诉你。知道了，你儿子的事情我明天就找人去办理，你等消息吧。这天江鹤车子刚驶入厂区，看门的严宽就跑了过来。怎么了？哥，我昨天打电话给我家里，听我爸说村里来了个陌生人，跟虎子爸还有二麻子打听了许多有关你的事情。知道了，去忙你的吧。很快，江鹤把这边盘下来的华光纺织厂作为亚发2厂，这天举办了开业仪式，来此道贺的人非常多，会计部好几个窗口都已经挤满了批发商。今天2厂那边怎么样？还顺利吗？进来大概20万左右订单，但支撑不了工厂的产能，所以明天我准备开会，先把1厂的订单转接过来，一部分进行加工，走账给1厂支付加工费，还有所有物料暂时也从1厂这边出，你让你的人做好账。2厂的仓库正在加急筹备中，再快也要过完年了。好，我会盯紧每周固定盘1次账。另外一边的家里，冉凤用绝食抗议，绝不愿意流产，更不愿意嫁给一个神经病。现在她整个人憔悴到不行。妈，你也不用劝我了，除非你想亲眼看着我被活活逼死。你个没良心的，因为一个外人寻死觅活的，你想嫁过去，老娘不拦着，让他们家拿1万块钱彩礼来。第二天，杨凯得知冉凤家里提出要1万块钱的彩礼时，纷纷傻了眼。他们家是不是想钱想疯了？真当他闺女是金镶玉做的不成？小凯，这件事你不用出面，妈就算是坐在他们家门口哭，也要1分钱不花，把这个媳妇给你娶进来。妈，那你看着办吧，下午我报社还有事，我这几天就不回来了。等杨凯前脚出门，后脚杨母就去了冉家。他到了地方后，站在冉家不远处，拍着大腿嚷嚷起来。随着他的叫喊，引来不少人看热闹。众人听清他喊冉凤未婚先孕，还要1万彩礼，顿时纷纷议论了起来。哎呦，亲家母，我简直是快活不了了！为了这1万块的彩礼，儿子都要跟我断绝关系了。要不还是让我吊死在你们家门口吧！听到杨母这番话，气得温红浑身直发抖。小凤，妈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现在后悔了，你还是妈的好闺女，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后面还能给你找个好人家。你对象妈啥话你也听到了，你要嫁过去，我就没你这闺女。你现在要是离开这个家，往后就不用再回来了。此刻远处的杨母听了这番话，心提到了嗓子眼，立刻来到床边，一把推开温红，哭嚎着凑到床边。哎呦，小凤啊，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样要是让小凯看到，还不得让他心疼死？小凯知道你妈问我们要1万块钱的彩礼，到处借钱想办法，我不能看着他把家里闹一屁股饥荒啊！毕竟你嫁进来还要过日子的，我不同意他借他就寻死觅活，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委屈了你啊！此刻床上的冉凤有了反应，她也不躺在床上装死了，撑着虚弱的身体坐了起来，目光看着门口冷眼目睹这一切的母亲。妈，谢谢你跟我爸把我养活这么大，以后你们就当没我这个闺女吧。滚吧，家里的任何东西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不准拿任何东西。这时杨母乐开了花，搀扶着冉凤下了床。亲家母，你也消消气，你可是小凤的亲妈，她可是你亲闺女，往后你没事可以来家里探望小凤，我也会照顾好她的。
就这样，冉凤一言不发，目不斜视地离开了家。这一路上，他有种脖子上套着的枷锁终于被解开了似的，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然而另一边，梁家不知道从哪得知自己未过门的儿媳妇已经成了个破鞋，气得他拎着棍子找上了门。姓温的，你家闺女是不是让野男人给睡了？现在肚子都让野男人给搞大了。姐，你消消气，我那个不争气的女儿让一个小白脸给骗了身子。我娘家哥以前可是有名的资本家，去年犯了事，我那个侄女无依无靠，她人长得可漂亮了，只要找到她，我就能做主把她嫁过去。行，不管怎样，你必须要给我个交代，不然老娘闹你个家宅不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女儿是个什么不要脸的货色。这边江鹤的2个厂子效益愈发红火，他索性买下一栋小洋楼。很快，他带着温静之搬了进去。这天，周娟正在自家院子里散步，看到那个叫江鹤的年轻人从对面的房子出来，旁边还跟这个长相十分漂亮的女人。赵征从屋内走出来，见周娟站在门口发呆。这么冷的天，站在这里看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们对面新邻居是谁？不知道啊，怎么了？刚才我看到从对面出来的是江鹤那个小伙子。听到周娟的话，赵征瞬间震惊诧异。你没事别去打扰人家，毕竟江鹤对我们来说只是个外人。接下来的时间里，江鹤高薪聘人开了足足5家公司，先是从赵明杰的贸易公司订货，然后把货源以低价倒卖，快速积累了一笔资金，以此疏通关系，拿下了市里的核心地皮，计划明年初动工建设大型百货商场。而于赵明杰那边的情况则和江鹤截然相反，焦头烂额的他为了多做点客户，源源不断的进货，导致了资金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爸，我公司的货款还没收回来，现在还有好几家客户要订货，我想先跟你这边拿点钱，回头等我客户汇款后我再还你。阿姐，你难得回来一趟，先吃饭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你爸今天在外面忙了一整天了，也怪辛苦的。爸，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我是跟你借钱，等我客户回款后，我有资金周转就会还你。听到赵明杰说的，赵征重重把筷子拍在桌面上，接着放下了手中的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垫资风险有多大？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借50万给我。阿姐，怎么那么多？你到底垫付了多少？当赵明杰正要和赵征争执时，他瞬间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他江鹤运气那么好，养父这边做了那么久的生意，人脉根基还是很多的，要是让养父出面收拾江鹤，那自己岂不是省事多了？让他们俩父子斗，我直接坐收渔翁之利。对不起爸妈，我最近因为生意不好，确实心里不好受，我也并不想这么对你们，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周娟看着儿子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一时间还有些适应不过来。好了好了，妈不怪你，往后就在家里住，不要出去住了。而另一边的杨凯家，冉凤盯着桌上的菜，眉头不自觉地蹙了起来。一盘干巴巴的咸菜疙瘩，还有一盘焖的黑漆漆的豆子，寡淡的让人提不起半点胃口。你妈天天做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可是怀着你杨凯的孩子，你们就给我天天吃这些？哟，怀个孩子就当皇后了，顿顿要吃肉。我当年怀娃10月洗衣做饭样样干，没一句怨言。现在我老婆子反倒伺候你，你这么娇气，不怕遭天谴吗？看着养母这副尖酸刻薄的样子，冉凤气得浑身发抖。然而一旁的杨凯当作没看到一样，低着头以最快的速度吃完自己碗里的饭。我们报社最近比较忙，年前这段时间我都住在报社那边，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这是杨凯的态度让冉凤心寒，不甘的怒火瞬间烧遍全身，他猛地起身，直接掀翻了眼前的饭桌。你再想着拿捏我试试，大不了我就去把肚子里这个孩子打掉，反正我跟你儿子没办酒席没领证，我转身就南下打工，凭我的本事照样能嫁个好人家。我倒要看看我走了之后，你儿子还能不能娶上媳妇。随着冉凤这番话，养母一句话也说不出。接着冉凤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她进了百货商店，没一会儿就撞见表姐温静之，当即她来到对面小卖铺，拨通了一个号码。妈，我看到我表姐在百货商店这边，你们快来。我这就叫梁家来人，你盯紧别让他跑了。对这些一无所知的温静之正在给江鹤挑选皮鞋，一旁的保姆小王手里拎着个布袋子，这还是他第一次来这种百货商店。很快温红赶到了这里。哎呦喂，静之，可算找着你了，你都不知道我去乡下没找到你，心都悬到嗓子眼，真怕江鹤把你卖了。温红的话像针一样扎进温静之心里，此刻他瞬间想起舅妈说的话，他下意识想抽回胳膊，可温红攥得又紧又狠，根本挣不脱。救命，抓人贩子，他们要绑我去卖钱。随着温静之这一声，来往的人群纷纷停住了脚步。有个男同志率先上前询问道：你们干嘛的？他们要抓我，把我卖了，麻烦你大哥帮我报警，求你了。大兄弟，你可别听我这个侄女胡说，我可是她的亲姑妈，她父亲因为杀人成了劳改犯，他妈他哥把他托付给我，就去了大西北，我这个当姑妈的要多养活他一张嘴，生活确实过得挺难的。大哥，不是他说的那样的，
求你帮我先报警，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到那边说。此刻的男同志听到温红这番话后，爱莫能助的摇了摇头，然后挤出人群离开了。保姆小王见温静之的手腕都被他们俩拽红了，你撒手，小丫头，这不是你能管得了的，赶紧走吧。这时梁家人也赶了过来，给冉家人使了个眼神，联合他们把温静之弄上了自己的车。这一刻，温静之的内心说不出的绝望。小王，快报警，再给江鹤打电话，告诉他我被我姑妈带走了，快去找她来救我。这边的冉封面带笑容挽着温红的胳膊，妈，我现在是真的知道错了，我会打掉我肚子里的孩子，现在还没嫁入他们家门，他们母子就想算计我拿捏我，以后指定要被他们家欺负死。你的死丫头现在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你今天别回去了，找个旅馆住下来，等明天我带你去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这边梁家人把温静之带到了家门口，车子刚停稳，温静之推开车门下来要跑，熊翠花一把扯住温静之的头发，你姑妈已经把你卖给我了，你就是我们老梁家的人了，想跑哪去？这时的温静之顾忌着自己的肚子，不敢太过激的反抗，只能冲对方说道：我结过婚了，我男人叫江鹤，他是亚发纺织厂的老板。熊翠花闻言一愣，亚发纺织厂他自然听过，自家厂子就是被这厂的老板接盘的。老梁说那老板是乡下来的泥腿子，不过是运气好才赚了钱。在熊翠花看来，对方无权无势没根基，他们家根本用不着怕。你他妈的瞎唬谁呢？别说什么江河，再来10个他这样的，老娘也不怕他。下车的梁建清听到了二人对话，正愁没处报复江鹤，他要尝尝江鹤女人的滋味。想到这里，他立即上前拽着温静之往屋里走去。放开，救命啊！再叫，老子现在就一脚踹到你肚子里的野种！正在这时，江鹤一脚踹开院门，带着他的人大步朝着里面走去。梁建清看到突然出现的江鹤，吓得不由得吞咽了一下口水。你怎么私闯民宅？看到江鹤越走越近，梁建清吓得连忙松开了手，随之温静之立即扑进了江鹤的怀里。江鹤拦腰把人打横抱起，冲着安保队队长使了个眼神，接着就抱着人来到外面。货车司机看着老板抱着人出来，连忙把车门帮他打开，接着退到一旁。江鹤弯腰探身把怀里的人放入车内，在车上等我一会儿。你快点，我害怕。知道了，我很快就过来，把你们老板娘给我看好了。好的，老板。此刻江鹤还没走进去，就听到里面传来凄厉的哀嚎声。院内的熊翠花跟梁建清被打得抱着脑袋，蜷缩着身体，不停地发出杀猪般的嚎叫。江老板，我错了，这件事不怪我不知道是你媳妇，是她姑妈收了我彩礼钱，把她卖给我的。江鹤听着梁建清此地无银300两，从头到尾自己都没说过温静之是自己媳妇，他倒好明知道对方是自己媳妇，还敢把人往卧室拖。随之江鹤一脚踩在他手背，捻动脚时，皮鞋下面传来骨节嘎擦声，接着就听到梁建清发出惨叫声。人你看着办，死不了就行，别的不用担心。好的，老板，这件事包在我身上。随即江鹤带着温静之来到医院检查了一番，确定没有问题后，这才开车带着人回了家。你说静之男人会不会找来？我哥给静之找的这个上门女婿，就是个胆小怕事的窝囊废，他敢找来你就拎着刀吓唬他，我保准他能给你跪下磕2个。第二天天不亮，温红就拿着手电筒偷偷出了门，刚走出小巷子没多久，他就被突然冒出来的几个男人拖拽上车，整个过程他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在车上了，刚一张嘴迎面就是狠狠一巴掌。昨天你是不是把你亲侄女给卖了？此刻的温红傻了眼，不清楚这些人是怎么知道自己卖了静之的事情。他很快压下心头的慌乱，我那不是卖，我是给他找了个好婆家，我是为了我侄女的幸福着想。既然是这样，哥几个也给你找个好婆家，让你好好滋润一下。大哥，你们放了我吧，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有人要的。那你可说错了，山沟子里的老光棍汉多的是，40、50岁都没尝过女人是什么滋味，像你这样的卖过去照样是稀罕货。话音落下的同时，车内几个男人哈哈大笑，他们也算是听出来温红真是把温静之给卖了。而另一边的冉凤没有等到温红，独自回到了家中。怎么就你一个人？你妈呢？我没等到我妈就先回来了。你妈到底在搞什么？天不亮就出去了。很快到了傍晚，他们也没等来温红。爸，你说我妈会不会出事了？听到冉耀祖的话，冉父也有些害怕了。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眼皮子已经跳了一整天了，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总觉得出了什么事。你别胡说，你妈兴许被什么事给耽搁了，等会儿晚一点，自然而然就回来了。第二天，冉耀祖起来后看着冷锅冷灶的，平时这个点温红早就做好了早饭。爸，我妈怎么还不做饭？我待会儿还有事要出去。你妈一宿没回来，我估摸着你妈真的是出事了。最近我听说有人贩子还登了报，可我妈那么大年纪，谁要啊？我这就出去找找。小凤，起来做饭。屋内的冉凤吃了堕胎药的她，脸色煞白的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门外的冉耀祖等不来回应，带着些不耐烦又连续敲了敲门。小凤，快起来做早饭。过了好一会儿，依然没听到屋内有人回应。冉耀祖带着满腔怒火，直接推门走了进去，看床上的冉凤脸色苍白如纸。小凤，你没事吧？床上的冉凤眼珠子动了动，目光看向冉耀祖，接着闭上眼，带着无尽的疲惫。另一边的赵征接了一通电话后，脸色都变了，就连手里端着的茶杯都打翻在了地上。怎么了，老赵？
发生什么事了？阿杰因为故意纵火，被厂区巡逻的人抓到了，现在人在公安局呢。听到赵征的话，周娟吓得眼前一黑，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随之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接着再也忍不住地放声大哭了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我去问一下怎么回事，你等我的消息。抵达到公安局后，赵征就找到了认识的所长。杨兄弟，你看今天这事闹的。赵哥，你儿子这件事恐怕有些难办啊，当场被抓，还有别的目击证人，并且他也亲口承认了，就是要烧亚发厂的仓库。杨老弟，我这个儿子有些拎不清，你看这件事还有回旋余地吗？赵哥，这件事可不是什么小事，对方那边明确要求要严惩。对方老板是哪位？我亲自跟他谈谈。亚发纺织厂江鹤江老板。与此同时，逃出升天的温红狼狈地站在家门口，冉父看着他，一时无言。被拐卖的屈辱经历，他怎么也说不出口。此刻的温红满心悔恨，要是当初没收那份彩礼，是不是就不会落得这般下场？你好，我是你们对面邻居赵征。如果你是为了你儿子纵火的事情来的，那就请回吧。我想你还年轻，对于做生意这块应该也不算太了解，在这个圈子并非有能力就能站稳脚。既然想要走得长远，那就不能跟比你实力强大的人为敌，做生意还是以和为贵，你说是不是？要是这样，你又何必找来我家，跟我一个女同志说出这番带有威胁性的话？考虑到你们两个乡下人来城里做生意本就不容易，我本想先礼后兵，可现在看来不必了，我自然有我的办法收拾江鹤，别到时候孩子一出生就没了父亲。听到赵征威胁的话语，温静之气的险些站不稳，一手捂着肚子，带着怒气回到了屋内。谁啊？出去那么久？是对门的邻居，他为了纵火的事情来的，说了一些威胁的话，还说有的是办法对付你。我没去找他，他倒自己送上门了，我要让他为今天的话付出代价。接下来的几天十分平静，江鹤似乎没有丝毫动作。可就在某天，赵明杰的贸易公司突然被人端了，客户要求公司赔偿，他们找不到赵明杰，只能找到他家里。我是你们供货商赵明杰的父亲赵征，既然今天大家来到这里，那就证明也清楚我的身份。你们手头上的货单以及残次品，我还需要再确认一下，麻烦大家给我点时间，今天还请大家先回去。此刻群中的吴东宇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老板长得跟眼前这个中年人如此像，但眼下情况容不得他多想。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待在你家，你什么时候确认好给赔偿，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对，我们哪也不去。此刻赵征的视线落在了吴东宇身上，他一眼看出这个年轻人是带头人。不行，不赔钱，我们哪里都不去，不按照条款履行赔偿，我们就在这里住着。听到赵东宇说的，赵征原本还只是猜测，可这一刻他可以肯定这群人背后是有人故意在操纵这一切。这位同志，方便私下里谈谈吗？吴东宇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在他同意下，赵征把人带去了自己的书房。小同志怎么称呼？口天吴。小吴啊，你可能不了解我赵征在这个圈子里能站稳脚，并且能把生意做这么大，那就证明我有我自己的路子，所以你恐怕也不知道得罪我的下场是什么。而我弄死你们这种人，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要是你现在告诉我背后指使你们的人是谁的话，我还能饶过你。对于今天的事情更是既往不咎。赵老板，你与其在这儿威胁我，不如赶紧想办法凑赔偿款。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真把我们逼急了，搅得你其他生意做不成，名声也会在圈子里臭掉，到时候谁还敢跟你这种不讲信誉的人合作？听到吴东宇的这番话后，赵征感觉鬓角隐隐作痛，他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丝毫不怕自己的威胁。开个价吧，我想知道你背后的老板到底是谁，剩下的不用你管，我来处理就好。赵老板，我还是奉劝你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尽快想想该怎么筹钱赔偿吧。你玩不过我们老板的，老老实实赔钱才是你唯一能走的一条路，搞不好惹毛了他，让你倾家荡产都是轻的。听到吴东宇这番话，赵征被吓得一身冷汗。此时的赵征想不出到底是谁跟自己有深仇大恨，一直布局到现在才开始动手。一旁的吴东宇却懒得再跟他周旋，便起身径直离开了。老板，姓赵的老东西已经察觉到有人在背后搞他，现在还想用钱收买我，想让我出卖你。现在赔偿的事情怎么说？老板，这个您放心好了，赔偿我们这边会尽快拿到的。至于那几家公司，就按照您说的，会统一登记销户。这件事办快点，我不喜欢拖拖拉拉。此刻另一边被关起来的赵明杰，打从保姆那边听说赵征跟江鹤那边闹翻了后也不闹了。这天赵征为了赵明杰的事情，找到了自己多年的老朋友胡哥，我现在生意遇到了点困难，想找你借点钱周转一下。兄弟，你的事情最近我多少听说了些，你有没有想过，你家里这个根本就不是你儿子，我怀疑你家孩子应该是让别有用心的人调包了，你养的是别人家的儿子，而你儿子被对方给扔了。这时赵征想起公司开业那天，现场确实有个男人，眉眼身形都和赵明杰极
极为相似。可我上次让老柯去乡下查了，那江鹤是有父母的。那你有没有想过，老柯被你现在家里这个儿子收买了呢？我看他变化挺大的，跟变了个人似的。他应该是知道了些什么。胡哥，你误会了，他就是我赵征的儿子。既然你认为家里这个是你亲儿子，就是你亲儿子吧。至于你说借钱的事情，回头我让人把钱给你送去。几天后，赵征给客户逐一进行了赔偿，紧接着江鹤这边多了一大笔资金进账，随即推动了百货商场的项目。这天赵征刚进到办公室后，看着坐在自己办公室的人，愣了一下的同时带着警惕防备。江鹤，你怎么在这里？谁放你进来的？面对赵征的发问，江鹤眼皮子都没抬一下。站一旁的助理见老板没吭声，主动开口说道：赵老板，这家厂当时贵公子已经抵押给我们了，那个时候也签了协议，他要是超出还款期不还钱，我们有权利接管这家制衣厂。如今已经超出期限1周缓冲期了，现在我们是过来接收工厂的。这话听得赵征彻底的怔住了，他以为当初只是抵押给了银行。接着赵征一把抢过文件，他翻看着上面的内容，气得他栽倒在地。几分钟后，他撑着身体缓起来。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不为什么，就是单纯看你和他不顺眼。你要是不服气，尽管来，有本事就整死我。那贸易公司赔偿的事情，是不是也是你搞的鬼？是。从今天往后，我什么都不做，专门来对付你。我赵征跟你势不两立。撂下狠话后的赵征离开工厂后，回到家中，瘫坐在沙发上。怎么了，老赵？不是去工厂了吗？制衣厂没了。听到赵征说的，刚给他倒好茶水的周娟，杯子没端好，哐当一声被打落在地上，眼神带着慌张。什么叫没了？老赵，你别吓我，把话说清楚啊！工厂让阿杰抵押给了江鹤，他还跟人签了协议，你说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蠢东西？听到这里的周娟摇摇晃晃跌坐在地上，两行清泪从眼角滑落下来。几天后，严婶从乡下过来照顾怀孕的温静之。这天，她站在院门口收拾东西，无意间抬眼看见对面住户里走出一个男人，眉眼身形和江鹤一模一样。严婶瞬间顿住了手，眼神里满是笃定，对面的男人就是江鹤的亲生父亲，于是冲着对方打了声招呼：江鹤他爸，你出去啊。随着严婶的话，赵征抬眼看了过去，瞧见是江鹤家的保姆，看他穿着打扮，一看就是乡下人。此时的赵征似乎想到了什么，大姐，能否借一步说话？行，那就去前面路口说吧，我等会儿还要给静之做饭呢。路口太冷了，我看你穿的也不怎么暖和，要不去我家里吧？没多想的严婶点了点头，然后跟着赵征来到了家里。大姐，今天请你过来是想问问江鹤的事，我跟这儿子有些局语，想多了解了解他，你看能不能跟我说说？江鹤他爸，你别这样，我们都是当父母的，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江鹤这孩子以前因为老被欺负，性子是懦弱了一点，但我觉得他现在跟你相认后，变化真的挺大的。你只要好好培养他，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大姐，我这里有一封书信，你帮我拿给江鹤，先放在他书房或是别的地方，等过2天你再告诉他拆开，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好啊。见严婶答应下来，赵征喜出望外，连忙起身去了书房。没多久再出来时，他手里拿着一个保密文件袋。大姐，那这个就麻烦你了，这件事不许跟江鹤媳妇说，就咱俩知道，否则江鹤媳妇知道的话，他肯定会跟江鹤说的。也不怕你笑话，我不识字，这个就算是给我看，我也认不得。从赵家离开后，严婶看着手里的东西，感觉手上的袋子跟普通的信封不太一样，她害怕自己闯祸，于是回到家后直接把东西拿给了温静之。静之啊，刚刚江鹤他爸叫我过去，他拿了这个给我，说是里面写了给江鹤的信，让他过几天再打开看。这个袋子他说让我先藏在江鹤书房。婶子，是对面的男人给你的吗？是，就是他拿给我的，他还让我不要告诉你。知道了，婶子，你先出去吧。当天晚上，温静之就把东西交给了江鹤。今天下午对面的人忽悠严婶子说他是你爸，给了严婶一个牛皮袋文件，我担心他要陷害你。知道了，这件事我来处理。看着牛皮纸袋的江鹤，眼神彻底阴沉了下来。他清楚那里面装的是什么。这天夜里，另一边的赵征有些口渴，起身来到客厅，瞬间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他不敢开灯了，站在原地，透过昏暗的视线观察着四周。打开灯，过来坐。站在原地的赵征并没有下一步动作，可接着客厅内的灯突然亮了起来。赵征这才发现客厅内还站着几个陌生男人，他们手里都拿着棍棒。江鹤，你这是在做什么？你知不知道私闯民宅是犯法的？听到这话，江鹤完全不在意，他死死地盯着赵征，然后向身后的人吩咐道：赵老板年纪大了，耳朵有些不好使，给赵老板松松筋骨。随着话音落下，赵征瞳孔吓得颤了颤，还不等他呼救，后背就迎来一棍，疼得他瞬间跪在地上，猛烈地咳嗽起来。卧室内的周娟听到了动静，推开卧室门，看到赵征被他们殴打时，吓得忍不住尖叫了起来。救命啊！你们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听人说你是我爹，这么想当我爹，那你里面被关着的儿子知不知道他老子在到处认儿子呢？
此时赵征看到桌上的牛皮纸袋，瞳孔发紧，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保姆转眼就把自己给出卖了。赵征，既然你什么都知道，还敢这样搞我，行，那我们走着瞧。话音落地，江鹤没再多言，只是朝身后的人递了个眼神，随行的几人默默跟在他身后离开了。接着赵征被送去了医院，检查过后得知赵征断了2根肋骨的周娟，眼睛已经哭肿了。娟儿，我好像做错了事情，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听到赵征没头没尾这么说，周娟用手绢擦了擦眼泪。老赵，你别这样，是那个江鹤该死，他怎么敢这么无法无天？等一下我就报警，我要让他进去。娟儿，不能报警，这件事我另有处理，等我确认好再告诉你。周娟看着赵征被江鹤打成这样，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即赵娟给家里小弟打了电话。亮子，你姐夫昨晚让人给打了，现在断了2根肋骨，人需要在医院休养2个月，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姐，你先别激动，我现在就过去。挂完电话后，周亮很快来到了医院。姐，到底是什么情况？是谁敢动手打我姐夫，还把人打成这样？亮子，现在这里没别人，姐就实话告诉你，你外甥被人诬告抓进去了，到现在人还在里面，对方嚣张得很，昨天晚上竟然带着人闯到家里来，把你姐夫打成这样。姐，是谁干的？你们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能下这么狠的手？他就是之前盘下阿杰纺织厂的人，叫江鹤。姐，你说的这个江鹤是之前你提到的那个跟我姐夫长得很像的人吗？对，就是他。姐，我姐夫同意这样做吗？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跟我姐夫那么像？我担心他是我姐夫的儿子，不然怎么可能会如此针对你们？亮子，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件事你别管了，你只要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帮我一把？行吧，姐，回头我替你找人教训一下他。随着周亮的离开，周娟也回到了病房，来到了赵征身旁。娟儿，我可能做了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往后的余生可能都要靠赎罪活下去了。老赵，你怎么了？老柯有可能骗了我们，江鹤可能才是我们的亲儿子。听到赵征说的，吓得周娟浑身冒冷汗。老赵，你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为什么说江鹤会是我们的亲生儿子？什么叫老柯骗了我们？你还记不记得江鹤离开时对我说，既然我什么都知道，还敢这么搞，他是什么意思？听到这里的周娟直接吓瘫在了地上，眼泪不停地从眼角滑落下来。怎么会这样？老赵，是不是你弄错了？他要是知道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跟我们相认？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处处作对，甚至2次对你痛下狠手？或许他觉得我们不配做他的父母吧。老赵，应该是你弄错了，我们的儿子是阿杰，他可是我们亲手抚养长大的孩子。明天让亮子来一趟，拜托他再走一趟，别人我信不过，连老柯都能出卖我。要是江鹤真是我们的儿子，我绝不会放过他。怎么办，老赵？我今天白天让亮子找人教训一下江鹤，我估计现在亮子应该已经去了。他可能是我们的儿子，你怎么能这么做？万一他被亮子找的人打出个什么问题来，可怎么办？我只是气不过他对你下手那么狠，这才想着让亮子找人教训一下他。此刻这边的江鹤家里，4个男人抱头跪在地上，每个人脸上都鼻青脸肿的。接着江鹤把他们送进了公安局，按照流程做了笔录后，又去里面见了一下赵明杰。怎么来看我笑话？姓江的，你别太得意，用不了多久，我爸就会带我出去。我待在这里只是暂时的。你口中的那个爸姓赵，还是你那个劳改犯亲生父亲？你放狗屁！我父亲是赵征，赵家的一切都是我的。你就是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他们那么要面子的人绝不会认回你的。即便你是他们亲生儿子又如何？他们还不是照样因为我对付你这个亲生儿子？随着赵明杰的话，江鹤眼神沉了下来。这个小瘪三果然是什么都知道。紧接着江鹤双手撑着桌子探身过去，在赵明杰耳边低语了几句。随着江鹤说完，赵明杰如同发了疯似的暴躁狂怒道：我妈才不是保姆，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江鹤，就没人敢跟我抢赵家的一切了。门口的赵征得知江鹤来了这里后，他顾不得身体的疼痛也赶了过来，没想到正好听到里面的对话，而搀扶着他的周娟在听到里面的话后，眼泪无声的掉了下来。江鹤，我饶恕了你，赵家只能是我的，你狗屁都不是，你是个乡下来的野孩子，哈哈哈，他们绝不会认你的。他精神好像不正常，审判前我看还是单独给他关一个房间比较好，免得他发疯伤到人就不好了。好的，江老板，我会如实上报上级，绝不让他危害到别人。江鹤没再理会赵明杰，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此时的周娟瘫坐在地崩溃大哭，她不敢相信养了20多年的赵明杰不是自己亲生的，回忆起自己和赵征如此针对江鹤，一口气没上来，当场昏厥。赵征也是久久缓不过来，所有疑虑在此刻已尘埃落定。你什么时候知道的？爸，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只要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就想办法弄你出去。随着赵征的话，赵明杰迟疑了一会儿，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赵明杰开口说道：留学回来后的第3个月，我那个亲生父亲刚被放出来，他找到我，问我要钱，我才知道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爸，我知道这一切很难让你接受，你放心好了，凭借我的能力，我绝对能让赵家的生意越做越大。至于江鹤，
他大字都不识几个，能把工厂做起来也全是凭借运气好。你回头跟他商量一下，把他现在的纺织厂给我，我绝对比他做得更好。听到这里的赵征只觉得眼前赵明杰根本没有下线，似乎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傻子糊弄。那工厂给了你，江鹤还有什么？爸，你有没有想过，他本来就是被乡下人养大的，这些工厂他能管理得明白吗？那你要当我儿子，你亲生父母那边愿意吗？他们都得听我的，我要当赵家的亲生儿子，他们绝不敢说什么，更不会出去乱说的。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爸，他待会儿会给我送饭，你就看好了，我会让你满意的。很快，姚桂红拎着饭盒走了进来。老板，你看阿杰现在在里面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从小可是在富贵窝养大的，怎么能待在这种地方？你要尽快想办法把他弄出去才行啊！姚桂红的到来让赵征彻底明白，眼前的赵明杰是保姆姚桂红的儿子。赵征想看看这个养子为了能成为赵家的孩子，能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做出什么事情来。阿杰，毫无任何防备的姚桂红瞬间被踹倒在了地上。姚桂红不明白为什么儿子会突然对自己大打出手，带着痛苦的声音哀求道：“阿杰，你怎么了？快停下来，别打了！”坐在一旁的赵征冷眼观看这一幕，他要的是他们母子间互相折磨。叫那么大声，你是想阿杰家中刑期吗？随着赵征的话，姚桂红吓得立马捂住嘴。过了许久，赵明杰见地上的人没什么太大反应后，才停了下来。爸，你看我都把他打成这样了，可见我是真的不打算跟他们相认的。可是他想认你。爸，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认这种人当父母的，我也会亲手断掉他们不该有的念头。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话刚说完，赵征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姚桂红此刻感觉浑身疼得厉害，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撑着身体忍着疼痛坐了起来。阿杰，赵老板是不是知道你不是他亲生儿子了？要不是因为你们，他江鹤怎么敢嚣张的跑到我面前耀武扬威？当初你们应该直接掐死他才对。回去后，赵征也没闲着，他忍着伤痛靠在沙发上，打了一通电话出去，跟对方交代了一些事情。当天晚上，柯学良被撞死的消息就被传得沸沸扬扬。几天后，赵明杰回到了家中。爸，我以后会好好经营家里的产业的，您放心好了。阿姐，我把你弄出来是让你跟你亲生父母那边断个干净，在没断干净之前，这个家你暂时不用回来了。好的吧，我这就去找他们。这天，江鹤带着温静之参加一个饭局，地点在王军的饭店。我听说泰丰制衣厂现在是你的了，回头我让你嫂子跟你这边进点货。我看这服装生意挺好做的，我也是试手，能行的话，往后又多了一条挣钱的路子。好啊，回头嫂子来跟我提前打声招呼，我让人给你成本价。兄弟，生意就是生意，给个优惠价就行了，不能让你不赚钱，不然我就不搞了。那回头我百货商场搞起来后，给你留个位置好的铺面。就在此时，姚桂红路过饭店门口，她无意间看到饭店内的江鹤与赵征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瞬间她就猜到他肯定是赵家的那个孩子。都怪他，他怎么不死在乡下？为什么要出来跟赵明杰争夺家产？当瞧见温静之大着个肚子的时候，姚桂红彻底慌了，生怕孩子出生后赵家两口子分给孩子家产。这时姚桂红推开门小跑冲了过去，打算撞掉他肚子里的孩子。好在江鹤反应够快，这才不至于让姚桂红得逞。你他妈的谁啊？活腻了是不是？胡东，你他娘的给老子过来！这个疯玩意儿哪来的？老板，对不起，我刚去了一下厕所，我看着他也不像是能进店消费的客人，估计应该是趁人不注意溜进来的。把人给弄出去后，王军努力地遏制着满腔的怒火，挤出笑容压低了声音：弟妹，你没事吧？没事。兄弟，今天这件事是我酒楼的疏忽，让你跟弟妹碰到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我自罚3杯。意外而已，王哥不用太在意。第二天一早，王军刚到店里就见服务员在小声谈论着什么事情，接着把胡东叫到了自己办公室。今天店里的员工不做事，一个个都在小声议论什么。老板，昨天那个疯女人在前面不远的人工湖淹死了，今天天不亮被6湾的大爷发现了，现在那边都是公安，还去了法医。随着胡东说的，王军心里瞬间咯噔了一下，精明老练的眼里闪过一丝畏惧。疯疯癫癫的人淹死就淹死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出去告诉下面的人，不许乱嚼舌根子，否则直接走人。好的，老板，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出去了。姚桂红突然被淹死，于冬夏被叫去问了话。公安从周围的住户那里询问，得知经常有个年轻人来姚桂红家里对他拳脚相向。没多久，赵明杰就涉嫌故意谋杀被带走了问话。很快，赵征夫妇也得到了消息，他们觉得姚桂红落到这个下场，也算是得到了报应。这天，周娟拎着些孩子的衣物，带着忐忑敲开江鹤家的大门。我想见见静之。严审看门外时，周娟脸色一沉，毫不犹豫关上了大门。只因江鹤早有交代，不准给对门的人开门。门外的周娟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她悔恨交加，想起之前对江鹤两口子说过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话，以及那些针锋相对的举动，此刻觉得心口堵得发慌。她拎着东西失魂落魄的回了家。江鹤媳妇不肯见我，他家保姆看见是我，直接把门给关上了。你也别难受了，这件事急不来。此刻家中电话响起，在电话被接通后，对方情绪十分激动。爸，
救救我！我真的没有杀那个女人，可是他们都不信我，求求你过来跟他们解释一下好不好？解释什么？让我给你做伪证吗？不可能，我不会帮你做伪证的。此刻赵明杰感觉天塌了，明明昨天晚上养父知道自己在家门口待了很久。赵征，是不是你故意陷害我，想赶走我，给你亲生儿子腾地方？阿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就老实承认吧，别做无谓的抗拒了。不是我没杀他，不是我是冤枉的。不管赵明杰怎么说，现在没人相信他这件事不是他干的，加上他之前还有故意纵火的前科，因此赵明杰就这样被扣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江鹤可谓是十分繁忙。这天他抽空到百货商场的工地看看进度。江老板，今天怎么有空突然过来了？你们去忙你的吧，我到处转一下。好的，江老板，有什么事您再叫我。老板很重视工地的质量，他这次亲自来也是想看一看你们这边的进度以及有没有偷工减料。许助理，你放心吧，完工后保准能检验合格，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就好，我们老板是做大生意的人，只要你这边规规矩矩的，后续款项都会正常结算。江鹤独自围着工地内转了一圈，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材料也都是符合当下标准，按照如今的进度，下半年百货商场就能投入使用了。接着江鹤来到了亚发纺织厂，来到办公室后翻看这个订单报表，他看到有一笔金额很大，并且只预付了10%的费用，于是他冲着助理说道：“去把杨文斌给我叫过来。”这边市场部经理杨文斌很快来到办公室。老板，您找我？东亚服装的订单交了多少出去？交了大概50万的货了。合作了几个月了？大概有2个月了。后面没交货的先压一压，等前面的货款结清后，再给他们交剩下的货。这几天约一下东亚那边的负责人，了解一下他们那边的老板背景情况。好的，老板。几天后，另一边冯国海的饭桌酒局上，他肥胖的脸上满是横肉，靠坐在椅子上。他亚发制衣厂的老板江鹤算个屁，你们就看我怎么玩死他的。不过是一个有些运气的乡下汉子而已。随着冯国海说的，饭桌上的那些人纷纷跟着迎合。他们知道冯国海有个后台非常硬的亲戚，如今他盯上这个江老板，大家禁不住替江鹤捏把汗。他们非常不希望江老板的厂子被冯国海给盯上，怕他将泰丰制衣厂占为己有，那样的话他们进货还是绕不开这个冯大脑袋。老板，昨天我跟东亚服装那边进货主任喝酒聊了一下，他们老板确实有背景，回款非常难，让我们这边有空的话亲自去一下。你等会儿通知进货组那边，告诉他们原材料涨价了，没交货的那些订单需要在原基础价格上涨1半。好的，老板，我知道了。很快冯国海得知亚发涨价的消息，他觉得江鹤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知难而退简直太天真了。你去告诉下面进货组那边，泰丰要涨价尽管他们涨，让进货组尽管给我下单，我要让他姓江的小子看看在这个地界谁说了算。好的，老板。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里，东亚的老板冯国海春风得意，他觉得吃下泰丰制衣厂那是迟早的事情。冯国海看了眼时间，今天是姐夫吉华文的生日，姐姐去世后，姐夫并未因此疏远他这个小舅子，反而始终待他如初。这份情谊让吉华文在圈子里博得了重情重义的好名声。只是没多久，吉华文便看上了一位富商之女，名叫温静之。我听说你那边批发商城的生意挺不错的。是的，最近换了一家制衣厂，那家制衣厂的老板姓江，是姓温的女婿。听到这里的吉华文久久不语，使得冯国海有些害怕。冯国海清楚，但凡他这样，那就是代表他很不开心。这个人你动不了。知道了，姐夫。国海，你要是被他搞的话，我保不了你，所以别给我找不痛快，你明白吗？见吉华文如此严肃，冯国海不由得纳闷起来。清楚姐夫一直都小心谨慎，可一个制衣厂的老板还不至于让他如此。我知道了，姐夫，放心吧，我跟他是正常合作关系。吉华文看冯国海还算听话，也正是因为这点才愿意留他在身边。他倒不是为了遵守对死者的承诺，只是不想落个无情无义的名声，这是他跨越阶层的台阶。当然，冯国海没把吉华文的话放在心上。接下来的时间里，冯国海照样跟泰丰制衣厂拿货不结账。可就在这天，冯国海正在办公室跟几个好朋友聊着天，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怎么了？老爸，这是泰丰给的催款通知。这种事还用得着你单独来找我一趟？没看到我有客人在吗？老爸，我本来也不想打扰你跟客人谈事，可我们所欠货款已经达到了583万。听到出纳的负责人说的话，冯国海带着一脸难以置信，还以为自己耳朵出现了问题，浮夸地挖了挖耳朵，开口道：你说多少？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欠了他们583万元整，还不包括如今在生产的200多万的货。他想钱想疯了吧？我们这边的进货合同有多少金额？我们进货组的订单金额，我让人核算了一下，跟泰丰制衣厂那边出货总额是一致的。这件事你不用管了，回头我来处理。想从我冯国海这边刮一层肉下来的人还没出生呢，姓江的他也配。这天江鹤刚到工厂，市场部经理杨文斌就找了过来。老板，东亚批发商场的老板想见你，让你今天11点前过去找他。你告诉他们我没空。
这边的冯国海在得知江鹤以借口忙不愿意见自己，决定要给江鹤点颜色瞧瞧才行。当天下午，泰丰制衣厂就来了几辆车，江鹤被身穿制服的人员给带上了车。此刻这边的李威压根不清楚，这次冯国海又让自己的人抓了个什么人回来。审讯室的人谁抓来的？犯的什么事？冯国海那边打电话过来说，对方欺行霸市，还恶意取他们批发商场捣乱，性质十分恶劣至极，让我们这边抓紧处理。你的人安排带回来，有没有了解过他是谁？他是泰丰制衣厂的现任老板，姓江，别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知道对方欺行霸市。李威看着王德利后背瞬间冒出冷汗，暗自庆幸自己消息灵通，知道江鹤是动不得的硬茬。马上立刻把人给我送走，哪弄来的？给我送哪里去？好，我这就去。而另一边的酒桌上，冯国海嚣张至极，说出的话也非常狂妄。他姓江的不是挺狂吗？敢让人来我这边催款，我就有的是办法收拾他。在场的人听说泰丰制衣厂老板被抓了，大家都替江鹤捏一把汗。他们明白，只能顺着冯国海，绝不能得罪这个小人。饭桌上，大家争先恐后的拍他的马屁，只为跟他冯老板表忠心。饭局上还有2个生面孔，全程都没怎么讲话。饭后2人打了个电话给领导汇报今天晚上的事情。这边吉华文不知道小舅子冯国海打着他的名义胡作非为，相关举报信高达30封。史市长收到举报信十分重视，立即彻查此事。原本很欣赏吉华文重情重义，可面对这些举报，不仅对冯国海的恶行感到愤怒，更对吉华文产生了深深的失望。石有贵不相信吉华文对此毫不知情。与此同时，吉华文似乎也听到了什么风声，随即给冯国海打了个电话。我上次嘱咐你的事情，你有没有记在心里？别让我查到你背着我，还干出别的事来。姐夫，你放心吧，你交代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绝不会不听的。国海，你别给我惹祸，否则这个后果你承担不起，明白吗？说完直接挂了电话。而冯国海因喝了酒，完全没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回屋倒头就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吉华文眼皮子一直在跳，感觉要出什么事。可细算下来，自己这一路走来可谓是小心谨慎，可这种不安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最近上面的变动。之前自己都是第一时间得知的消息，但现在自己不仅不知道，有时开会甚至都不让自己参加。这天吉华文来到冯国海的批发商城，安排自己的司机先进去打听了一下。怎么样？这边确实在跟泰丰制衣厂合作，并且还欠了泰丰制衣厂好几百万的货款。由于对方催货，人现在已经以欺行霸市的问题被抓了起来。听到这里的吉华文气得脑门子青筋直冒，他怎么也没想到冯国海竟然敢违背自己意思，偷偷背后搞小动作。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听到吉华文的话，冯国海愣了一下，大脑迅速的回想了一下。姐夫，我就是气不过那个姓江的小瘪三，不知道天高地厚，竟然坑到我头上了。我虽然跟他厂里进了不少货，但绝对没有500-600万。可那个小瘪三竟然狮子大开口，拿着500-600万的催款单找我要钱，这不是明摆着想吞掉我的服装商场吗？现在上面已经在派人调查你的事情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把货款给他结清了。姐夫，我跟江鹤那边合作才多久，怎么可能会欠他500-600万的货款？这小子分明就是坑我。既然你说他坑你，那合同订单当时是怎么签订的？白纸黑字的合同，你敢胡乱跟他签字？现在又说别人坑你，难道他逼着你在上面签字了吗？姐夫，你要不帮我一下，跟调查的那些人吃顿饭，帮我摆平一下这件事，那么多钱岂不是要把我的批发商城全部搭进去了？听到冯国海的话，吉华文抄起桌面上的烟灰缸朝他砸了过去，躲闪不及的冯国海一把捂住了自己的脑袋。国海，我刚跟你说的那些不是在跟你商量，这件事你要是收拾不干净，扯到我就别怪我当姐夫的不讲情面了。你好好想想，别因为这点钱害了你老婆孩子。好，我知道了，姐夫。很快吉华文得知了江鹤被放出来的消息，他清楚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对自己真的非常不利。这天吉华文带着冯国海来到亚发纺织厂。江老板，之前是我不对，我今天是特意给你道歉的。江老板，我得知我小舅子做了些错事后，就特意让他过来给你这边道歉，还请你海涵，别跟他计较这些。去把市场部经理还有会计部的负责人给我叫过来，顺便让他们拿上有关东亚相关的资料。很快市场部的经理跟会计部的负责人先后走了进来。这里是东亚的合同订单，都是由他们公司盖章签字。国海，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就按照待结款的金额支付给江老板这边。我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往后每月我这边先给你支付2万块的货款，江老板觉得如何？冯老板，我们货款签的是月结，我已经垫付了这么多钱进去，你每月只付2万货款，这连总货款的零头都不够。国海，合同怎么签的就怎么支付给江老板这边，没钱想办法借，再不济把商城抵给江老板，最起码的诚意得有，相信江老板也不会太为难你。好，我会想办法一次结清江老板的货款。
国海，你老老实实把款给他结了，别等事情弄得越发不可收拾，那样对你没什么好处。知道了，姐夫，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几天后，冯国海这边到亚发支付货款，因现金部分只能支付一半，剩下的是用东亚批发商场抵债。很快，江鹤的百货商场正式开业了。这天，他特意带着温静之一同出席剪彩仪式。可就在即将开始的时刻，温静之突然腹痛难忍，瘫坐在地，江鹤连忙送往医院。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产房外的江鹤听到婴儿啼哭，瞬间红了眼眶。给孩子起个名吧，叫江念安，念念不忘，岁岁平安。